一夜降温100度，邻居们连一包方便面都没提前买，我却私藏了整座沃尔玛超市。我的女神又冷又饿来找我要食物，我当然是不给，不过还是拍了一张红酒牛排的照片给她。她认出这是顶级和牛以及3万多的红酒，以为我会舔着给她送，还故意撒娇，人家也想吃和牛喝红酒呢。谁知我冷酷地回了一句，想吃就去超市买。她虽然气炸了，却不停念叨不能喝池塘的鱼生气，前世她拿我肋骨熬汤喝，这一世我要好好戏弄她。距离全球冰封还有1个月的时间，当务之急我必须囤积足够的物资，在末世来临之时安全活下来，并且报复那些人渣。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精良的武器也要搞到手。这时我突然眼睛一痛，不料下一刻我竟拥有了能存放海量物资的异能空间。正好我的工作乃是沃尔玛超市仓库主管，要是能借机搬空它进入异能空间，岂不是10辈子不愁吃喝？为了趁末世来临之前好好享受一番，我直接来到一家5星级餐厅，足足点了5万大洋的肉食，一人狂吃。这是暴发户吃完等着投胎吧？我并没有理会，因为在不久后的末世，为了吃上一包方便面，甘愿跪地磕头出卖贞洁的人不在少数。咦，张毅，你刚刚是在这家餐厅吃饭吗？是的，这2人都不是什么好货色，把我当舔狗富二代。看到我在餐厅如此大手大脚，想过来试探我的实力，可我深知这女人就是一个装纯洁扮可怜的白莲花，最后还要拆了我的骨头熬汤的绿茶女。张毅，你这是要去哪呀？我随即掏出至尊黑卡，去超市购物。有需要我帮忙的吗？先折磨你们当一回免费的劳动力再说。于是我们3人来到一栋大型购物中心。那你们帮我推车子吧。我买了不少能存放的食品，包括泡面、火腿肠以及一些腊肉和罐头。另一辆放满了鲜肉和水果、蔬菜以及一些活的鱼。3辆购物车被我塞得满满的。张毅，这么多东西得多少人吃啊？你是不是有什么活动没有告诉我呀？世界末日即将降临，我多囤点东西过日子。哎呀，不想说就算了嘛，开这种玩笑干嘛？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不过他们根本不相信。只是人家今天帮了你这么大的忙，回头你可得请我吃饭哦。好啊，不过最近我比较忙，没什么空，下个月吧。林采宁瞬间黑脸，你一个大男人买东西怎么光拿不出力啊？手头这么宽裕，没想到是一个小气鬼。方雨晴闻言连忙打白脸。采宁，咱们都是好朋友，谈钱多伤感情啊。我这人说话不过脑子，你别往心里去。我深知这2女拜金的小心思，呵呵，我当然不会介意。采购物资完毕后，一路回到家中小区，我光明正大从小区大门走了进去。小张啊，这么多东西你也吃不完，分给林大妈一点怎么样？可以啊，你是现金还是扫码支付？臭小子，你好大的架子，孝敬一下我怎么了？看你那活不起的样子，我可是居委会的干部，一毛不拔，我看你以后怎么在这里混。张毅，别忘了要请客哦。我随便敷衍过去就将门关上，然后我将所有物资全部收进异能空间之中。药品这种东西可以托人拿到，而取暖必须用壁炉，还要加装绝缘隔热层，防御要打造无法攻破的钢铁壁垒，唯独只有枪械类武器很难搞到手。不过想了想，距离末世还有1个月时间，在这期间只要能搞到钱，就一定有办法搞定难题。第2天早上，我将昨天存放异能空间的鱼和肉类拿出来时，却发现鱼已经嘎了，但是新鲜程度并没有变质。随即我立马掏出手机拨通号码。你好，我要订500桌酒席的事情，你们这边有问题吗？经理心头一惊，这种事情他们酒店开业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张先生，500桌酒席可得上百万，我们会马上为您准备，不过需要您提前打20万定金过来。这个没问题，账号发过来，我给你们转账。挂断电话后，我丝毫没有在意这些钱，毕竟钱到1个月后就会成为废纸，现在买到必须的物资才是要紧事。随后我来到银行抵押完爸妈留下的房子后，银行卡余额飙升至600万。这下子去掉买酒席花掉了100多万，我手里还有500万左右，重新装修房子应该是够了。不过我还需要大量的购买药品、武器，这些钱未必够。就在我犯难的时候，恰好被一位黑心高利贷中介盯上来送钱。哥们，是不是需要用钱啊？我内心窃喜不已。是啊，我家里的生意急需资金周转，可是银行那边……是啊，现在这银行借钱可是严着呢。不过兄弟，如果你急需用钱的话，我倒是可以帮你这个忙。你真的行吗？我可是需要好几百万呢。我们公司专门做的就是救人于水火之中的业务，只要你需要用钱，找我们就没错。我需要500万，只要你们能帮我度过这个难关，我保证最多3个月就可以把钱还回来。走吧，这件事情咱们到公司里面去慢慢谈。经理，这是想要跟我们借钱的客户。张先生，请问你想借多少钱？我想借500万。丑话说在前头，张先生，我们的利息可是很高的，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则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是啊，我很快就能还，利息高点就高点吧，只要你能把钱借给我。随后我直接拿出房产证，一级奔腾车钥匙作为抵押。经理头一回见到如此痛快的客户，赶紧把房产证拿过去看了一眼，摆出一副不太满意的样子。张先生，您这套房子最多值个400-500万，可是想从我这里拿走500万，我有些亏啊。只要你今天可以把钱给我打过来，我只要450万就行。两人对视了一眼，眼里带着戏谑。不行，这生意实在是划不来。没办法，为了戏份做足显示很急用钱，
我只能将要求降低，借450万，到时候还您700万。听到这个条件，黑心经理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同意交易。签上合同后，钱马上到账。收到钱之后，我便离开了。哈哈哈，这生意做的可真够简单的。那个傻小子真的拿了450万就走了。这笔咱们最起码也能挣个200-300万，这个月的业绩都不用愁了。老大，他签合同那么痛快，会不会那房子有什么问题啊？这房产证是真的，没有问题，只要房子是他的，他就跑不掉。有房产证和那700万的拮据在手里，到时候他们自然有办法把那套房子搞过来。实在不行，可以联系境外的几个机构，看看他身上有什么值钱的零件给卖掉。咱们可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我却是邪魅一笑，深知两人的小套路。他们都是好人呐，白白送钱给我花。如今距离全球冰封仅剩1个月，到死这2头猪都讨不回这笔债了。看着银行卡余额中的900万，这下有足够打造安全屋的资本了。随即我来到华国最大的安保公司战龙安保，据说在前世，他们曾为地产大亨的儿子打造了一价值10亿美金的顶级安全屋，即使是在末世，那名富二代也能凭借安全屋过得十分潇洒。不久之后，一名壮汉就走了进来。先生你好，我叫吴怀仁，是业务部的经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我需要你们为我打造一个安全屋，那种可以抵挡世界末日的最高级别安全屋。吴怀仁闻言，眼神顿时变得认真起来。张先生，我们战龙是世界一流的安保公司，您的要求我们肯定能够满足。如果我要求你们在24楼的高度把一个房屋整体改造，你们能做得到吗？这一点当然没有问题，我们战龙可是世界顶级的安保公司，以我们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到您要求的这一点。听到吴怀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面也有了打算。我们公司的服务都是私人定制，您可以在里面挑选自己需要的业务，并且上面有相应的标价。这上面绝对都是世界一流的设计，航空材料全无加固，阳台改用最高强度防弹玻璃，风系统、监控系统、房门加固一系列装置全部勾选。如果按照这份图纸改造的话，我的屋子绝对可以打造成一个无人能入侵的铁乌龟。只要加上武器，这简直就是一座堡垒啊！你对堡垒还有研究吗？我当初在国外当过雇佣兵，对于这些军武方面的知识了如指掌。他的这句话让我眼前一亮。那你有办法搞到枪吗？这一句话让吴怀仁的表情也变得严肃了起来。张先生，你应该明白，从原则上来讲，那种东西是不允许私人持有的。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仇家，所以让你这么害怕？没错，我得罪了一些道上的人，他们出手非常狠辣，而且手里面有枪。我就想着能不能也搞点枪来防身，不然只能躲在屋子里挨打，也不是个事啊。张先生，这种事情恐怕我帮不到你，我们是正规的公司。我搞的这个安全屋项目得花上800多万，要是后面我还是出了问题，对于你们公司的影响也不太好。我只是想有个防身的家伙，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我亏待不了你。吴怀仁没有说话，他皱着眉头在权衡这件事情，想着查明我的身份底细再说。您先回去吧，这件事情我私人做不来，但是可以帮你打听打听，万一有消息的话，我再联系您。那好，我就等你的消息了。对了，这件事情我很急，请你们尽快来帮我制造安全屋，最多半个月，我们就可以帮您打造完成。随即我支付100万定金便离去了。虽然目前暂时没办法搞到枪支弹药，但是我确实有弄到冷兵器的办法。随后我就以去非洲打猎为借口，和之前一起打过野战的朋友那里买下了一批好货。张哥，你买那么多器械是干嘛呀？这些东西只能用来打猎，要么就是自己玩，可不能拿去伤人啊。你想多了，我约了几个朋友，过一阵子到非洲野生动物园去打猎，所以多搞点设备。因为我有猎人执照的原因，所以哪怕巡护发现了这些弓弩猎刀也无所谓。张先生，您订购的500桌酒席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请问你现在方便接收吗？你们送过来就行了。当我停好车回到小区门口时，却发现鸿福大酒店给我送餐的卡车司机和门口保安尤大叔吵了起来。你们是过来做什么的？酒店经理说明了情况，不过尤大叔还是坚持要让业主过来才能给开门。尤大叔，这些是给我送餐的，让他们进来吧。尤大叔满脸惊讶。送餐的吗？你吃的什么东西？要10几辆车来送。周围的邻居们听说是餐车，也是一片哗然。好家伙，这最起码得有几百桌吧？难不成张一家里面有什么事要摆酒席吗？他会不会是要结婚了？但是几百桌也太吓人了吧！你看清楚了，那可是鸿福天下5星级大酒店，在那里订了几百桌，少说也得100来万。我的妈呀，一顿酒席就能花上100来万，张毅真是深藏不露。以前只知道他们家底子不错，现在看来怕是个大富豪啊。路边的方雨晴看到这一幕，更是抿了抿嘴唇，坚定了自己拿下我的决心。他主动朝着我走了过来。张毅，家里面最近在忙什么呀？买了那么多东西。我并没有理他，当即就让卡车司机将餐全部搬进地下仓库。事先我已经和物业打好招呼，租用一段时间，不多时500装100万酒席全部送到，签收完毕。使用异能空间将这些美食收入囊中，这样即便是在寒冷的末世，我也可以随时享用丰盛大餐，后辈子的口福算是圆满了。这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张先生什么时候方便开始工作？明天就可以过来了。
次日，战龙集团的施工人员很快上门，周围不少邻居看到这一幕，眼睛里也满是好奇。这张毅最近是不是吃错什么药了？怎么老是整那么多幺蛾子？就是啊，前几天我在超市还看到他买了3手推车的吃的呢。哈哈哈，不知道的还以为世界末日要来了，囤那么多吃的，过期了不全都浪费了吗？说不定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呢。这时战龙经理发来另一个好消息，张先生，你需要的枪支弹药货源已经找到了，不过价格上可能有点小贵。这个不是问题，只要东西质量好。1个月之后，他们就会明白谁才是真正的笑话。随即我又求助华南仓库的周经理，利用他姐夫是医药集团副总裁的关系，采购大量特效药。本来周海润一开始还有所防备，可听到我愿意给双倍的价格，周海润立刻就憋不住了。好的，明天一定给你送过来。周经理太感谢了，我现在就去给你汇款。离开办公室，我再次来到物业地下仓库。这时无论是食物还是各种生活物资应有尽有，供养上千人几个月都不成问题，更何况只有我一人，下辈子挺过末世足矣。不过以防万一，在末世来临前必须搬空这里。谢谢你周鹏，不过我那天晚上刚好约了朋友，真是不巧呢。很显然，方雨晴对周鹏这种男人并不感冒，一心只想吊着我的方雨晴拒绝了周鹏的邀约。周鹏为了转移自己的尴尬，他朝着我走来。张毅，你这人做事也太不地道了，你一个大男人竟然让女人帮你搬东西，你好意思吗？雨晴今天来上班一直喊着腰酸，下次再有这种事情，希望你别麻烦人家。我闻言脸色一沉，原来是这个女人把事情宣扬了出去。方雨晴，你真是查到淋漓尽致啊！看我脸色不对，方雨晴连忙打趣道：没事没事，其实人家的身体也没出什么问题，就是人家做不来力气活，好像腰有点扭了。周鹏为了在方雨晴面前表现自己的大男子气概，你赶紧给雨晴拿500块钱看病。帮我搬东西是他自己主动的，我可没有求他帮忙。再说了，你算什么东西啊，在这里跟我指手画脚的，真当自己是个人了。我的这一套素质组合拳直接将周鹏和方雨晴都给吓懵了。你吼那么大声干嘛？我只是在和你商量一下而已。我冷笑了一声，扭头就走。最近几天，张毅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古怪。张毅，我今天路过你们家，看到有人在装修。是的。感觉你最近好奇怪呀，又是囤东西，又装修房子，是不是最近会发生什么事啊？没什么。感觉最近我们的联系是不是少了一些，稍微让我觉得有些寂寞呢？方雨晴等待了半天，都没有收到回复的消息。臭张毅，最近是不是撞邪了？本姑娘主动找他，他竟然赶不回我的消息。宁宁，你说过一阵会不会真的世界末日啊？闺蜜听完呵呵一笑，要是真发生了什么，上面一定会通知的，真囤了物资才会招人嘲笑。说的也是。1周后，我的新玩具终于到手，随之采购的药品也陆陆续续的送来。吴怀仁给我打来电话，张先生，安全屋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打造完毕了。回到家之后，吴怀仁带着我验收房子，这质量果然没得说。空风系统基本无敌，可以过滤任何有害气体，防止有人从外界进行毒气攻击。另外，全屋的保暖系统也全部重做，采用的是北极科学研究所的专业级材料。除了按照您的要求打造了壁炉之外，还可以隔绝 99.5% 的温度流失。说到这里，吴怀仁还冲我神秘的一笑。另外，为了保障您的安全，我们在整栋楼都做了监控系统，一共300个摄像头，可以让您监控整栋楼每一个楼层。我对于这座末日安全屋非常的满意，恐怕除非是携带重武器的军队，否则没有人可以强行闯入我的家中。就算是整栋楼倒塌了，恐怕我的房间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我对你们打造的安全屋很满意。他拿出文件请我签了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请您在3个月之内付清我们的尾款。一定。等吴怀仁走后，这个尾款我是不可能付出去了。想到自己只花了100万的定金，就白嫖了一座价值近1000万的安全屋，实在是太爽了。这时突然电话响起，张先生，您订购的100桶饮用水到楼下了，请您收一下货。好的，我去。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都能忘了呢？寒冰末日来临之后，虽然外面天寒地冻，可以通过凿冰的方式来获取水源，但是到时候外面普遍都是零下60-70度，而且出门就意味着可能会有危险。快递小哥的速度果然给力。张毅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前几天他们家装修，我看到不少人抬着起码10几厘米厚的钢板，可能是脑子坏了，学人家电影里面搞什么安全屋呢？现在又买了那么多水桶，他不会以为天海市以后会成沙漠吧？天海市可是靠近海边呀，怎么会缺水？看门的尤大叔朝我走来，小张呀，你买那么多水桶到底是干嘛？需要我帮忙吗？我看着热心的尤大叔，回忆起前世冰封到来的时候，尤大叔把自己仅存的食物给了一对即将饿死的母女，自己却丢了性命，也算是这个小区为数不多的热心人了。尤大叔，今年气温有些反常，我有内部消息，这个冬天很不好过。为了以防万一，你最好也多囤点吃的喝的，免得到时候物资涨价。小张，真的假的？消息靠谱吗？你看看，我都准备了这么多东西了，你可以囤点泡面和矿泉水，这些东西也不怕买的多。
何得？我自己一个人住，屯点倒是也不碍事。不过一旁的汤大爷闻言，朝着我走了过来。小张啊，你可千万别到处说这种话。现在我们的社会安定祥和，怎么会缺少物资呢？说这种话，小心被人举报你造谣，到时候请你进去喝茶。我已经尽力提醒了，信不信就是你们的事情了。距离寒冰末世还有9天，我将手头的钱全部花了换物资，再就是疯狂锻炼身体，练习武器，迎接全球冰封的到来。就在冰封末日来临倒数第3天，我回到仓库，正常上起了班。先是假装体恤下属，主动送上神秘药水。等到发作之后，他们沉沉睡去，我则是来到监控室，关闭了整个仓库的摄像头。进入巨大的仓库之后，我开始收取那些物资，使用异能空间大肆收割，以这种恐怖的效率，不多时整个华南仓库就被我搬空。这些物资够我吃10辈子的了。这时角落内的一个小箱子引起我的注意，打开一看，竟然有意外之喜。这件防寒服正是2050年最新的科技产品，可以抵御零下100度的极寒天气。有了这些物资，即便是在冰河时代，我也能安然无恙横推末世。回到办公室，我也喝下同样的药水，将偷天换日的把戏做到天衣无缝。主管，出大事了，快醒醒！怎么了？见鬼了，我们的仓库竟然被人给搬空了！什么？来到仓库看到自己的杰作，我直接上演一波影帝演技。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仓库里那么多物资全都不见了？周围的员工也是脸色紧张。是啊，这仓库里面的物资起码价值上百亿，就算是用大卡车来拉，也得好几天才能拉完，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全都没了？这时上层领导给我打来电话，张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也不清楚，轮班休息就间隔2个小时，整个华南仓库的物资就不翼而飞了。这不可能，你小子不会是当了内鬼，趁着手背空虚后监守自盗吧？别开玩笑了，经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哪来的本事把仓库这么多物资一眨眼便没了？依我看，这件事情还是尽快汇报上级部门积极配合，否则耽误了追查时间，你我都负不起这个责任。被我一番奸诈辩解后，经理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果断认同我的说法，汇报给上级领导。挂断电话之后，我对着员工安抚：大家不要怕，很快就有人来调查，大家尽力配合就行。华南仓总经理汤姆·沃特森看到空荡荡的仓库，脸变得比雪都白。哦，我的上帝啊，这让我怎么跟总部交代？不多时便有巡抚来到公司盘问事情经过，虽然没查出什么，但巡抚嘱咐我近期不要离开天海市。好的，我会积极配合你们。现在插播一条新闻，近日天海市沃尔玛最大仓库惨遭洗劫，价值100亿物资竟在2小时之内神奇消失，当地巡抚已经介入调查。如果您有相关线索提供，请拨打我台热线电话9527。这件事终究还是引起很大的轰动，甚至登上了电视台报告。我拿出手机，距离末世只剩2天了，很快所有的真相都将石沉大海了。而全球冰封的前兆也在这一刻出现了。2天之后，这种反自然现象更是会愈演愈烈。这见鬼的天气，怎么都零下10几度了？明天估计马路都要被冰封了，还怎么上班？因为受到一颗超新星爆炸的，在12月12日凌晨2点将会带给地球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到那时候，人性本恶会被演绎的淋漓尽致，我的安全屋也将成为全天海市最完美的住所。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前世的血债我会以100倍奉还。天哪，怎么突然下了那么大的雪？天气预报也没有说啊！大半夜的给我冻醒了，赶紧起来开空调。别说了，我们家这破空调制暖效果不给力啊，半天了，越来越冷，也不知道这么冷的天气还得持续多久。我过冬的衣服还没买呢。大家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地表达着自己的心情。而此时的我正躺在800多平的温暖大床上呼呼大睡。突然手机铃声响起，喂，一大早的打我电话干嘛？方雨晴听到我这冷冰冰的语气，愣了一下。张毅，今天外面好冷啊，你之前囤物资是不是提前知道会大降温？我闻言，嘴角勾起了一抹嘲讽的弧度。果然这个白莲花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也是听朋友随口提到的，不过没想到降温降得这么厉害。怪不得你囤了那么多东西，张毅你也真是的，这种事情都不提前跟我说一下，害得我被冻到了。我懒得跟他废话，直接挂掉电话，打开电视。昨天晚上，一股强冷空气袭击了全球各地，导致全球气温出现剧烈变化，普遍降温达到了70到100摄氏度。关于这股冷空气来袭的原因，气象部门正在进行调查。接下来的几天，希望大家注意好保暖，如果没有必要，尽量不要出门。这时候，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张毅，你怎么突然挂人家电话呀？外面好大的雪，我没有办法出去。你不是买了很多吃的吗？能不能先借我一些？等到雪灾过去了，我会还你的。前世我就是被这个白莲花迷惑，把自己家里的吃的给了他，到了最后，他竟然把我给害了，还要挖掉我的肋骨熬汤喝。这一世，我只想好好的戏弄他。你早说呀，我家里囤的东西都吃的差不多了。你瞧，今天早上刚煎的牛排。说完之后，还对着桌上的牛排、红酒拍了一张照片给他看。真好啊，人家也想吃牛排，喝红酒呢。想吃就去超市买。方雨晴看到这条消息之后，脸色顿时一僵。你这不是在说废话吗？如果不是外面零下6、70度，我需要舔着脸找你要食物吗？张毅，你真不是个男人，给你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知道过来表现一下，
算了，消消气。本小姐怎么可以跟鱼塘的鱼生气呢？大家不要着急，极端天气一定会很快过去，切勿涌向物资，避免出现抢购场面。我在监控中目睹了这一幕，觉得情况有些滑稽。作为重生之人，我知道这场大雪将会持续3个月。现在是囤积物资的最佳时机，这林大妈就是个二货，竟然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利而拦住了所有人。邻居们对此进行了反驳。这么大的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我们现在出门都麻烦，家里面不囤点物资能行吗？就是呀，要不然出门去买点菜回来吧，恐怕这几天菜价又要涨疯了。林大妈警告大伙，如果有人敢去囤积物资，就别怪我向上面举报。我走下楼，怒对这个害群之马。林大妈，万一下雪时间很长，你又不让大家出去买东西，到时候你负责吗？邻居们纷纷附和。对啊，如果没东西吃，谁来负这个责任？林大妈张口胡诌。你们放心，居委会到时候会帮助大家，物资一定不会少，雪灾也很快会过去的。随后林大妈立刻指责我，张毅，你这时候蛊惑人心可是涉嫌违法的。哎呦喂，这么大一顶高帽子我可是戴不起。再说了，这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放心好了，外面那么冷，叫我出去我都不出去，你们随意，你们爱囤不囤。2天半过去，气温来到零下88度，而大雪已经把整个1楼淹没了。林大妈却在群里联系我，张毅，咱们单元门被大雪堵住了，你等下带着工具出来扫雪。我一看除了我，他还专门联系了整栋楼最老实的几个人，我则是淡淡回对道，现在出去不是脑残吗？老的还没下得快。另外几个老实人见我出头也跟着起哄。对呀，这天气零下100多度啊，出去直接嘎了。林大妈差点没把牙咬碎了。又是你小子带头起哄，他气得要把手机屏幕点碎了。你们都什么态度啊？扫雪难道是为了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吗？一个个年轻气盛的，遇到点小雪就把你们吓成这熊样。张毅，我以居委会的名义命令你，必须要出去扫雪。谁要是敢带头反对我，到时候一定会被组织清算。听你在那胡扯，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今天我就彻底怼死你！林大妈说的对啊，既然是为了大家，你们居委会的人应该带头出去扫雪才对。而且为什么专挑全楼最老实的人？楼里的社会仔陈正豪和富二代徐浩，你是提都不敢提啊！就是我们老实人该你的，怎么不去找陈正豪和徐浩？前世正是陈正豪踹开我家门，徐浩第一个砍向我的。张毅这小子是准备把我往火坑上推呀！但我要是啥也不做，以后谁还能把我当盘菜呀？林大妈随即硬着头皮在群里联系陈正豪和徐浩，你们一起出去扫雪。陈正豪一看血压直接上升250度，随后破口大骂：林大妈，你脑子有水吧？下那么大雪，你让我们去扫雪，出门先把你脑袋里的水放了，雪就化了。林大妈被骂了一通，屁都不敢放，而富二代徐浩更是直接：你们要扫雪关我屁事哦！林老太婆，你这坤坤，天天拿着业主的钱还作威作福，真把自己当回事了。说着还秀了个和女朋友的合影，配了句狗蛋别再来烦我。林大妈气得哇哇乱叫，心里已经把这2个瘟神打了无数个大逼斗，但却把一切罪责怪到我头上。我一边做饭，一边听着林大妈在群里对我恶龙咆哮，我直接冷声道：欺软怕硬，到我这里找存在感吗？胆敢再乱叫，我直接要了你的老命！林大妈见我强势，顿时又怂了。好你个张毅，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我定睛望去，来人正是小区的社会仔陈正豪。张毅，你小子是不是找死啊？谁让你在群里拿老子说事的？该惹我陈正豪，你这个小子看来是不想活了。再有下次，我直接打断你的狗腿！看着陈正豪吃定我的样子，于是我准备先下手为强。前世就是他第一个冲进我家抢夺物资，然后把我害了的人。我望向猫眼，瞄了瞄位置，关公面前耍大刀，不自量力。他疼得嗷嗷大叫，整个小区在他搬来的2年半里，基本都被他欺负过。前世他更是无恶不作，这一世你就没那么幸运了。在这零下100度的天气，只要不赶快救治，必定要去领盒饭了。他小心翼翼地回到电梯，这张毅是想让我赶紧领盒饭。他连忙打120求救，可惜整个城市都被大雪覆盖，道路已经结冰，根本不可能有车和医生过来。但毕竟是社会仔，他觉得要自己处理。张毅，老子一定要嘎了你！陈正豪拿出手机，在业主群撂下狠话：张毅，你给我等着，不弄干你，我就跟坤坤姓！我嘴角微微上扬，霸气回怼道：再敢惹我，下次别怪我不客气。这一幕把业主群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很难想象社会仔会挨揍。陈正豪气得打电话摇人：能传气的，现在立刻马上到我家集合，把家伙事都带上。随即小弟们冒着零下100度低温过来了。那臭小子在2001弄下来，我要好好伺候他。放心，豪哥，交给我们。随即他手下的马仔大举进攻我家，光头佬到我门口抽出一把999级的屠龙刀，狠狠地劈在门上。不料因为用力过猛，反而屠龙刀被弹飞了。我说你能不能用电线？这样要是砸到我们，你赔得起吗？这门居然是纯金属的，还那么重，这小子真下血本啊！估计招惹了不少仇家，
另一边，我正在屋内实时监控外面的情况。不过看到凶神恶煞的一群人，我根本没在怕的。打野快回来守塔呀！对方都推到我们家高地了，这打野真是个菜比，我真服了。我看向监控器，外面一群人还在研究怎么拆门。你们慢慢研究，我再开一局。全军出击 ，defeat。真没意思啊！不玩了，今天啥情况啊？怎么老拍到坑货呢？还是门口那几个坤坤比较好玩。喂，你们没吃饭吗？用力砸呀！随即我来到厨房接通一根水管。既然你们火气那么大，那我就免费送你们一个冷静套餐。混混们看到我从门洞探出来的水管，只觉得好笑。不料下一刻，我操，好冷，冻死我了！别浇了，大哥别浇了。那些小卡拉米被我浇了个透心凉之后，一个个都被冻得嘴唇发紫。我们再不走，就真回不去了。兄弟们撤！看着屏幕中这群凶神恶煞的一群人，灰溜溜的跑了。就你们这点伎俩，也敢跟我斗？那个小兔崽子呢？你们把他抓回来了没有？那个张毅太过阴险了，竟然用水管子射我们，根本受不了啊！对啊，他们家的门不知道有多厚，我们砸了半天也只掉了一点漆而已。陈正豪听完之后，眉头深深皱了起来。看样子想要强攻有些困难。不过很快他就冷笑了起来。没关系，他们家就算是个天王吧，也总会有破绽的。而且我就不相信他能一辈子待在家里不出来。你们几个人就在附近守着，只要他一出门，立刻就把他给我打死。没错，只要他敢出来，我就给他卸成79块。尤大叔回去吧，别冻坏了。站在阳台的我看到这一幕，也仅是轻轻叹息。看来人类已经意识到根本没办法和这种级别的天灾抗衡。据报道，米国因对雪灾防控不力，已经有2亿人受灾，2000万人因此丧命。而华夏正在将目光投向圣境，希望官方能运筹帷幄。这场雪灾的规模、持续时间根本不能用常理来解释，所以依我看，外界还是太乐观了。此刻电视里播报各国雪灾情况，官方依然是一副运筹帷幄的态度。大家都看到新闻了吧？我们华夏有力量，完全可以应对这次雪灾。不要紧张，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如果谁家里需要物资的，大家有能力的都尽量帮助一下。毕竟这次雪灾很快就会过去，没必要囤积物资。这场雪灾是你们无法想象的。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张毅，你没事吧？我眉头挑了挑。我好着呢。那就好。有了上一世的经历，我深知他一定没憋什么好屁，毕竟他们根本没囤什么物资。然而接下来方雨晴就暴露无遗，回头人家请你吃饭哦。善良的我直接拒绝，并拍了一张龙虾的照片给他。你要请我吃饭吗？很不凑巧，我已经吃过了。你看，此刻的方雨晴那叫一个气啊！臭张毅，你什么意思啊？故意气我是不是？闺蜜林采宁见状仍不死心。俗话说得好，有卧龙的地方必定有凤雏。你们这组合真是绿茶配白莲，一路货色。连这么点东西都舍不得，我看你对我们家雨晴根本就不是真心的。然而我却压根不理他，于是我直接打出最堵人的2个字回复：呵呵。林采宁看到这个呵呵2个字，顿时气得不行。特么的，我说这么多，你就给我回了2个字，哈哈。雨晴，你一定要把张毅在你鱼塘的舔狗排名下调10位，不，100位、1000位，气死我了！这个张毅不开窍，咱们在鱼塘里换一个忠实的沸羊羊来使坏吧。方雨晴立刻装成满脸羞涩的模样，给周鹏打去电话。喂，是周鹏吗？人家有点事情想要拜托你一下下。仅仅过去2秒半，周鹏就敲开方雨晴的家门。雨晴，这里面都是你喜欢吃的。方雨晴见状，养鱼技能直接拉满。谢谢你，周鹏，你人真好。雨晴，你想要我干啥？只需要一句话，你是知道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做。周鹏走后，方雨晴瞬间变脸。就你那熊样，还敢对我有想法？差不多是时候了，好戏也要开始了。只听啪嗒一声，全球电力停止供电，邻居们纷纷跑到楼道抱怨。零下100度停水停电，我们该怎么办啊？连给孩子冲奶粉的热水都没有了。有关部门这时候怎么不出来管一管啊？再继续这样子下去，恐怕是要出人命的。所有人你一言我一语在楼道里讨论接下来的对策。刚吃完2顿饭，劈腿听到他们对话。现在指望谁都没有用，还好重生的我准备了发电机。在这末世，我家却灯火通明。另一边，林大妈裹着被子瑟瑟发抖。区区雪灾为啥会全国停电呢？此时群里的气氛非常凝重。据说这次的雪灾是万年一遇，很有可能会迎来一场生物大灭绝。得到消息的林大妈一脸惊讶，此刻她灵机一动，趁着现在小区里的人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先把邻居们的食物骗过来再说，哪怕害了所有人，我也必须保护好我的家人。于是林大妈借着官方的名头狐假虎威。各位，灾难只是暂时的，外面天气太过寒冷，断水和断电并不奇怪。放心，已经有工作人员在进行抢修了。官方已经下达了通知，在这种非常时候，将由我们居委会对小区业主进行统一管理。希望大家配合我们的工作，如果有谁不配合的话，造成严重后果，
事后统一排队进去踩缝纫机。陈正豪看到消息不屑一顾，这老家伙屁事不干，就知道发号施令。打完游戏的我看了看林大妈发来的信息，这老大妈竟然敢欺骗隐瞒雪灾的持续时间，开始收集每一家的物资。我冷笑了起来，又是这个套路，收集是真的，分配是万万不可能的。本不想搭理这个老家伙，却不料被他盯上了。小张啊，你在仓库那边工作，平日里家里肯定放着不少吃的喝的，对吧？我还记得上次你可是买了3大车的东西呢。现在大家遇到了麻烦，到了你发挥精神的时候了。你放心，等到雪灾一过去，我们肯定会还给你，大家还会念你的好。我呸！前世就是他带头哄骗大家，我物资刚交出去，邻居们就上门抢了。太好了，林大妈，我食物刚好全吃完了，你收集到记得分我点哦。林大妈气得在屋子里当场就骂了起来。我呸！你骗谁呢？你们家里肯定囤了不少东西。冷静冷静，张毅是大户，我们一家人都靠他了，只能骗，可不能得罪他。于是他笑眯眯地说道：小张啊，这次是组织上的命令，大妈也很为难，不服从不行啊。而且你为大家做了贡献，大家一定会记得你的好。家里真没吃的了，要不你先发挥一下带头作用，给我几包泡面也行啊。林大妈此时已经破防了，原形毕露，破口大骂：张毅是不是给你脸了？哥你好好说话不行了是吧？你敢拒缴，第一个送你进去踩缝纫机。就你一个居委会干事，平时轰轰自己就得了，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是不是你今早没吃药啊？气得林大妈直接挂掉电话。该死的，看我后面怎么收拾你！林大妈灵机一动，实在不行就先哄骗小区的其他业主交出物资，到时候再联合煽动所有人一起逼迫张毅交出食物。该说不说，还真有冤大头给他上供，果然老实人永远最吃亏。在这零下100度天气里，普通人家最多只能1礼拜。果不其然，2天半后，这些老实人在群里联系林大妈。林大妈，你说好的物资拿走之后统一分配吗？我们家的东西都吃完了，这都2天了，你给我们拿一些吧。对啊，说好的统一分配，让大家都有东西吃呢。被一番质问的林大妈还在沾沾自喜。老娘辛辛苦苦靠本事骗来的物资，怎么可能还分给你们？此时林大妈的电话响了起来。有这群白痴还给我打电话，我就是不接，看你们能拿我怎么样。等到林大妈拿起手机时，瞬间倒吸一口凉气。卧槽，居然是社会在陈正豪打来的。原来是陈正豪知道了林大妈骗业主物资的事情。林大妈还想着怎么安抚对方时，陈正豪却张口就骂：老太婆好手段啊！邻居们的食物你也敢骗？给你2.5秒，立刻把所有物资拿到我这里来，我老陈家缺物资了，否则我屋里这几十号人就亲自去你家治帖了。林大妈吓得脸色惨白，还没缓过来的她就见到陈正豪带着小弟们杀上门来。陈正豪见面直接给林大妈刷了666个大逼斗。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千万不要乱来，我可是居委会的干事。让你来大家买物资，让你呼救雪灾2天就过去。我在家里吃着砂糖橘，通过监控看着现场直播，非常过瘾。哦呦，这就开始狗咬狗了呀！我当即灵光乍现，如果我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发到群里，不知道会怎么样。随即我将这个视频发到业主群里，想必业主们看到这一幕，反应一定非常精彩。此时林大妈被打倒在地，说不出话。老太婆，让你哄骗邻居们的物资，老子这是提前行动，给我收，所有吃的喝的咱们都拿走，这都是邻居们辛辛苦苦攒下来了，可不能便宜了场。混混们乐开了花。老大，你放心，我们大学主修的就是打杂专业。随后他们翻出很多食物，此时地上的林大妈苦苦哀求：你们不能把东西都拿走，那还有我们家自己囤的东西，你们都拿走了，我们一家人还怎么活啊？对于陈正豪而言，根本不会有半点同情心。干老子屁事，给我滚！说完，一群人带着所有食物离开了。业主们看到视频当中，林大妈家被陈正豪带人砸破，骗来的物资都被抢走了，所有人顿时就高兴起来。哈哈哈，大骗子，活该！豪哥威武啊！对付这种人，就该用雷霆手段。这就是骗子的代价。嘻嘻，偷鸡不成蚀把米，真是笑死人了。全程看完的我知道，此时的法律已经失效了，可这些人却丝毫没意识到问题关键所在。陈正豪今天能抢林大妈，明天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抢你们的，但可惜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突然林大妈的消息再次响起，竟是在群里求救。谁家里有应急的药品？我知道之前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对，可是我的家人是无辜的啊。此时的林大妈在群里赔礼道歉，恳求业主们帮忙。谁知道这一次又是真的假的？凭什么救你？是凭你骗我们的物资，少在这里道德绑架我们。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给你们赔礼道歉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周可儿的女人发来了消息，让我给孩子看看吧。许久之后，周可儿医生才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我已经暂时帮林小虎止住了伤势，但只是紧急处理，维持不了多久，之后必须到医院去做手术才能活下去。
如果大家需要救治，尽管找我就行。前世周可儿凭借着出色的医术帮助了许多人，她也算是这末世中为数不多的好人。此时的气温还在持续下降，在大雪下了接近2周半之后，2楼已经被大雪淹没了。这时饿了2天半的林大妈再次发声，直接破罐子破摔，拿出官威威胁居民。我是居委会的领导，要求大家必须把物资都交给我。可是现在大家伙都学聪明了，根本没有人鸟他。谁家里还有吃的吗？我和孩子已经2天没吃饭了，我可以高价买。不久之后，突然有人说道：我家里还有几包泡面，需要的话可以卖给你，不过1包我要1000块。就在这个时候，许久不在群里说话的富二代许浩突然冒了出来。我出2000块1包，你们家有多少？我全都要了。什么？1包泡面2000块？我没听错吧？喂，你们不要这个样子哄抬物价啊！我有点害怕了。不就是一场普通的雪灾，有必要这样子吗？1包泡面从早上的1000到中午的3000，再到晚上的1万，就问你买不买？看着群里的聊天记录，我深知这件事情将是一个爆发的转折点。别开玩笑了，1包泡面2000块，真以为世界末日了啊！对于徐浩想出2000收购1包泡面的消息，被利益蒙蔽的业主们瞬间炸开了锅。泡面2000一包，有多少收多少，你们别管那么多，反正我就是有钱，花钱买个安心行不？你们愿意卖就私信我，不愿意的就拉倒。不少人已经私下里面找许浩聊天，然后开始谈起了交易。你们这些可笑的行为将会在未来几天追悔莫及。根据上一世记忆，徐浩是富二代，他早就得到了消息，情况非常不妙。趁现在这帮人还不知道情况，赶紧从这群穷鬼手里把物资全换过来，等这帮人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切都晚了。这时候群里有人抗议徐浩这种垄断行为，此人正是单身宝妈谢丽梅。你怎么能这样啊？我们家一口吃的没有了，买食物是救命的。我可没有跟你抢，只不过我开价高一些，大家愿意卖给谁是他们的自由，你管得着吗？求大家帮帮我们吧，1包泡面可是我们全家救命的食物。谢丽梅的发言不禁让我冷笑。这个女人不简单，前世她带着孩子在末世下撑到最后，倘若现在有人帮助她，她会像一个吸血鬼一样，甩都甩不掉。在全球冰封的第10天后，算起来如今大部分人家的物资都应该弹尽粮绝了。我的手机响起来，臭弟弟，这么多天都不找我聊天。最近身体不好，应该是生病了。生病了吗？你是不是冻感冒了呀？这个天气一定得注意保暖。不是，我热伤风。方雨晴一脸呆滞。热伤风？你他妈在逗我吗？张毅，别开玩笑，那么冷的天怎么会热伤风啊？冷吗？啊，我屋子里有壁炉，倒是没有什么感觉。这玩意烧起来屋子里热的难受，大概是前几天坐在火堆前睡觉，不小心病了。说完，我紧接着用手机拍了一张5只烤鸡给他看。张毅哥哥家里吃的真多，好厉害！现在外面不少人都吃不上饭呢。还是你聪明，怪不得当初你买了那么多东西呢，原来早就有打算了。哎，这有什么呀？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就你这点小心思，我还不清楚吗？真是想不明白前世的我是怎么看上这种狗走过去都想赏他2个耳光的人。张毅哥哥，能不能让我去你家里看看？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人家好想你啊。看到他这拙劣的演技，我只感觉一阵恶心，随即我直接开队。外面都零下100度了，你俩就在家好好待着吧。怎么，人家想去见见你，你都不让吗？以前每次让你上我家来，你都是各种借口，说什么咱们都是单身男女，传出去影响不好。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又没有什么关系，是应该保持距离才对，省得人家说闲话。人家过去那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吗？张毅哥哥，别那么小心眼了。行了行了，你也别跟我装什么清纯美少女。听到被我拒绝，方雨晴直接懵逼了，一瞬间方雨晴就暴露本性，破口大骂。张毅，老娘是不是给你脸了？我来找你就是你家祖坟冒青烟了，居然不懂得感激。哎呦喂，这么快就不装了吗？像你这种墙头草白莲花，就不要在我面前装清高了好吗？你真把我当成 Hello Kitty 啊？方雨晴瞬间怒气直拉满，直接挂断电话。张毅，该死的家伙，你算什么东西？你敢骂我？如果不是现在的雪灾，老娘连正眼都不会看你一眼。方雨晴在一旁疯狂输出国粹2小时，身边的林采宁冷嘲热讽。还不是因为你总觉得自己感觉良好，美若天仙，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个小丑罢了。拜托，你就不能放低姿态吗？要不然现在我们也可以享受张毅家中的那些美食，还有温暖的壁炉了。这下被人揭穿你的真实目的了吧？既要当憨憨，还想立牌坊。方雨晴听完瞬间绷不住了，他算什么东西？不就是有套房子和一些积蓄吗？我方雨晴可是要嫁入豪门，做富太太的。还有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方雨晴越说越来气，随即2人扭打在一起。这一架2人足足打了2天半。天海市官方下达通知，因全球气温急速下降，全球电力供应瘫痪，为了满足大家对于电力的需求，现每天早上8到9点恢复供电，但只能满足低功率用电需求，请大家自觉遵守。上面终于实锤了这恐怖的寒冬信息。此时的业主群却无比热闹。你们看到新闻了吗？已经开始全面停电了，网上说的都是真的。这种时候外面的人究竟在干什么呢？我家连水管都冻上了。我家里还有泡面，有没有人要？5000块1包。
明明知道寒冬末世已经来临，却还是拿物资去换钱。都啥时候了，还敢卖物资，好样的！而这时那2位仙女也冷静下来了。实在不行的话，就冲进他家里去。我一定要在他们家生活，我不想再忍饥挨饿了。实在不行的话，把张毅给赶了也无所谓。张毅，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随即方雨晴拨通沸羊羊周鹏的电话。周鹏作为一直合格的沸羊羊，在接通电话后的2.5秒就出现在了方雨晴的家门口。方雨晴见到周鹏之后，立马奥斯卡影帝上身。周鹏，张毅刚刚要轻薄我。周鹏立马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张毅那小子真是厕所打地铺，离死不远了。方雨晴立马上前靠近周鹏。还是周哥哥对我最好了，等会我们把他嘎了，我们一起住进去好不好？沸羊羊周鹏哪经得起这顿组合拳的威力？好，雨晴你放心，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一会你俩不要出声，在一旁躲起来，这里的一切全部交给我。随后周鹏带着方雨晴就往我家走去。张毅，你在家吗？我是周鹏，咱俩属于同一个公司，我能拿矿泉水换你点吃的吗？听到敲门声，我打开监控，看到躲在门两侧的2人，一瞬间我怒气直拉满。你们真是光屁股看天有眼无珠啊！我都没想着赶你们，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那就怪不得我了。随即我返回厨房，拿起水管接上水龙头。忽然我看到家里的泔水还没倒掉。稍等一下，我刚好家里没水了。听见我的回话，周鹏自认为已经得逞了。没事，我现在饿得不行了，咱们又是同事，便宜别人不如便宜你了，你快点开门吧。这时我将水管沿着猫眼伸到外面，他们3人还以为这是我开门的声音，不料下一刻，这是什么东西？是热水，还在冒热气呢。周鹏则是气得不停地砸门。张毅，你要是个男人，就马上给我滚出来，老子嘎了你！不是说都快要饿死了吗？怎么还有力气要收拾我？本少爷赏你们一点残羹剩饭，难道你们不知道感恩吗？周鹏此时已经愤怒到极点，不停地拿着屠龙刀砸着门，谁知用力过猛，屠龙刀直接飞了出去。原来张毅早就发现我们了，彩宁，我们撤。只要我不主动出这个房间，我看你们在末世之下能挺多久。刚打发掉这些烦人的苍蝇之后，准备美美的睡个觉。没想到刚躺下就听到一声枪响，打开监控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是社会仔陈正豪正在抢夺邻居物资。不对，这个陈正豪的腿伤怎么恢复的这么快？看来他背后一定有高人帮助过他，把伤给治好了。这个陈正豪真不是个东西，利用居民们出来采血的间隙抢夺物资，看来3楼的住户们注定是要先走一步了，哪怕是在这寒冬末世之下中了一枪，也绝无生还的可能。就在我想着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不料陈正豪做完事之后，竟还把照片发到了小区业主群里。现在已经大雪封城了，咱们谁也依靠不上，必须靠自己。我陈正豪就担负起25栋楼长的责任，以后这里的一切都是由我说算。你们乖乖听话，我可以让你们好好活着。谁要是敢当出头鸟，就别怪我不客气。这个陈正豪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他居然能明白手里的子弹是越打越少，楼里的居民这么多，如果到时候没有武器防身的他，定会遭到反噬。就在这时，我发现手机里多出来一个业主群，这个新群居然没有陈正豪。我打开一看，才知道原来这个群是专门为了对付小区社会仔陈正豪。陈正豪简直是个魔鬼啊！他抢了3户人家，都是破门进去的。3楼301住的是2个年轻人，性子烈，还想要反抗，直接就被陈正豪给送走了。其他2户是302和403，被这么一吓唬，就老老实实把家里的吃的喝的都给了他们。对了，这种日子家里面没有吃的喝的，那不就是得等干嘛？有人义愤填膺地说道：“咱们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抗陈正豪这种了吧？”对，我们那么多户人家，难道还会怕他们5、6个人不成？可是他手里面有枪啊！有枪又能怎么样？他一把枪能有几颗子弹？就是我们一拥而上，他根本挡不住我们。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群里瞬间鸦雀无声，我看着这帮墙头草乐开了花。话说的再好也没什么用，真到关键的时候，个个秒变缩头乌龟。此时群里的退役士兵尤大叔发话了：“咱们不能再这样任人宰割了，就算不被打死，物资被抢走后，在这末世没有食物一样是个死。我可以带头，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去的吗？”群里顿时消息不断。尤大叔，我支持你，你需要武器不？我们家的菜刀可以给你用。陈正豪就是个瘸子，尤大叔你这样找个机会从背后偷袭他，不要给他机会。可就是没有一个人说愿意跟随他一起去手刃陈正豪。你要把我们整栋楼有力气的男人带到陈正豪那投降怎么办？居委会林大妈刚把我家的物资骗走，你再把我们的尤大叔骗走，只剩下我们这些妇孺老幼，还让不让我们活了？群里还在不停的争吵。这帮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在乎自己那1亩3分地，还是对你们的期望太高了。绝大部分人都是死有余辜，所以没办法在这寒冬末世活到最后。感化不了的就只能送走。此时黑吃黑已经被社会仔陈正豪演绎的淋漓尽致，随即清理完之后，吓得众小弟连连附和：“豪哥，您做的太对了，这样咱们可以物尽其用。”陈正豪满意的笑了笑：“兄弟们，你们能明白我这2口用心就好。要不是我现在手里有枪的话，恐怕这群小弟也早就造反了吧。看来有必要让他们尝一些甜头。
这样我们才真正是一条船上的蚂蚱。第二天，陈正豪继续带着小弟们去抢夺物资。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了。大家快来救救我啊！我就住在陈正豪家楼下，他们在砸门。尤大叔，你救救我吧！你不是退伍兵吗？他们肯定打不过你，他们这群人根本不能信，太凶残了，大家要团结起来啊！这不就是我们小区出了名的绿茶女吗？原来陈正豪搜刮到了他家，完全忘记了之前他那副令人厌恶的嘴脸。见到众人没有一个伸出援手，气急败坏的他直接在群里开队。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下一个就轮到你们了。我要是干了，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这时绿茶女家的门被火给祸开，众人纷纷幸灾乐祸。此刻方雨晴终于意识到必须住进我家里，我必须住进张毅的家里，不然早晚有一天这事就会发生在我身上。当即方雨晴就想到一个特别损的招，随即我又被莫名其妙的拉进一个群里。这时方雨晴又要开始作妖了。张毅，现在外面太危险了，陈正豪他们早晚会抢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大家必须团结在一起。没事，我现在自己过得挺舒服的。话不是这么说呀，你只有一个人，陈正豪手里可是有5、6个人，还有枪，所以你现在也非常不安全。那你们想怎么样？现在大家分散着住，实在是太危险，所以我们决定搬到一起，这样即便是面对陈正豪也是反抗的力量。方雨晴这个提议直接把我逗笑了。怎么，你们聚在一起就不怕陈正豪手里的枪了？此时群里另一个搞金融的孙志超发话了：人多一点，最起码他们会有忌惮，而且我们可以团结起来把门给封上，就不怕被他们破门了。只是现在我们欠缺的是一个好的据点。方雨晴赶忙接上：张毅，你们家有阳台，而且防盗门特别的结实，非常适合用来对抗陈正豪，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大家一起对抗陈正豪。到这里我算是听明白了，肯定是方雨晴告诉了这几个人，说我家的房子特别棒，极有可能这些人都已经知道了我家里有完美的保温系统，还有大量的食物。你们这小算盘打的真是老奶奶穿棉袄一套又一套。不出意外，我直接一口回绝：我要你们有何用？你们只会耽误我提刀的速度，我不需要，谢谢。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过得非常舒服，你们想要合住的话就自己找地方吧。开什么玩笑，7、8个人挤到我家里，这时候谁是人谁是鬼都不清楚，那不等于给我带来危险吗？再说了，我张毅也不欠你们的，凭什么呀？张毅，现在大家都有生命危险，你不能目光那么短浅啊，只有大家在一起，我们才能活下去。另一个群成员王明也说道：只是因为你们楼层有阳台，方便取血室，大家才选中你们家。你以为我们是占了你的便宜，实际上大家也能保护你啊。我嘴都快笑歪了。保护我吗？看大家伙没有回话，林采宁继续火力输出：张毅，好吧，我承认我们有求于你，但是你想啊，你只要让我们进入你家避难，你就可以救活7、8条生命。难道你忍心眼睁睁看着我们被陈正豪给杀死吗？我们可是那么多年的朋友邻居啊。末日之下谈什么人性？只有自己活下去才是王道。都这种时候了，大家能不能活下去都个凭本事，你们对我而言没有任何的价值，又凭什么要求我保护你们？随后我直接选择退群。此时方雨晴一帮人坐在一起瑟瑟发抖。既然张毅你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之前答应让你们住进来是看在我表弟的面子上，而且你们还承诺会说服张毅让我们住进他家里去，现在张毅根本不同意，你们说说这件事情怎么办？王姐，你听我说，张毅家里的物资真的非常充足，还安装了壁炉，只要我们能够住进他的家里，以后的日子就会非常好过。是啊，视频你们都看过了，应该明白张毅家里现在有多舒服。咱们大家努力一下，住进张毅家里去，不光能够对抗陈正豪，而且还能过上舒服的日子。可是他的态度已经摆出来了，根本不愿意让咱们住进去。这个时候，一旁戴着眼镜的孙志超说道：他这种人也太自私了，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对这种人，咱们也用不着太客气。我看，反正他家里面就一个人，不如咱们用点特殊的手段。我会开锁，咱们大家一起过去强行闯进去。众人纷纷附和一致同意。张毅会用水泼咱们，一会带上几把雨伞过去，我看他这会还能怎么样？太好了，只要能打开防盗门，咱们那么多人一拥而入，我看他怎么反抗。随即浩浩荡荡的一群人来到我家门口。此时的方雨晴冷冷地说道：这傻小子就除了会泼水，也没有别的手段了，一会等门开了，看我不把他的零件熬成骨头汤。我看着监控，冷笑着说道：就你们这一群不入流的小卡拉米，我家的门如果能这么简单就让你撬开，战龙安保集团就可以宣布倒闭了。老子重金打造的这扇门堪比全球最强银行金库的防盗门，还加装了88种系统，手指轻轻一按启动高压冲击系统。不料下一刻，看到这一幕，方雨晴与其他人被吓得连连后退。此时王明等人又惊又怒地骂道：张毅，你他妈还是个人吗？我们好心来和你合住，在这寒冷末世你不帮我们就算了，还干人，马上给老子滚出来给我们个交代。现在你们还跟我装傻，有什么用吗？好心来撬锁是吗？门外的几个人被我恐吓的声音吓到，急忙逃离此地，而我则是不慌不忙地拿出武器，填上花生米。一顿操作之下，外面的人忍着剧痛跑回住处。王敏迅速给他表弟检查伤口，
这些武器上面全是铁锈，特么的张毅，你也太狠了吧！在这寒冬时刻，我们没有药品救治，只有死路一条。孙志超此刻已经被吓得脸色发白。不要啊！怎么会这样？没有抗生素药品救治的话，等下肌肤感染，我们必告。此刻王敏朝着方雨晴走去，直接就是666个大逼斗。方雨晴，要不是你说张毅家物资多，让我们去抢，我弟弟他们会受伤吗？而且你们是不是提前就知道张毅家有武器？要不你俩怎么跑得那么快？方雨晴一脸委屈地说道。人家也不知道他家有武器，更想不到他会真的要干我们。我们之前去的时候，他只是拿泔水滋我们。此时沸羊羊周鹏看到女神被欺负，立马上前维护起来。姐，你一定是误会雨晴了，我了解他一定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人，都怪那该死的张毅，我一定要亲手嘎了他。王敏看着这个不争气的弟弟，真是越看越生气。早晚有一天你会被他害死的。算了，我们都受伤了，正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要意气用事了。这时候王敏恶狠狠地盯着方雨晴，还不去帮忙？好，现在只能找周医生过来帮忙了。王敏拿起手机给周医生打了过去，不出一会，周医生就来到了王敏家。周大夫，我们大家的命就全靠你了。怎么又有人中了箭伤？王敏听闻此话，连忙问道：难道以前还有人被箭伤所伤吗？没有，是之前医院的病人。周医生，那请你赶快给他们看看吧。随即周可儿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伤口。他们的伤势太深了，除非有专业的设备，否则我没有完全的把握动手术。王敏泪流满面。张毅他好狠的心啊，我们也只是想抢夺你的房子，从来没想过要伤害你，现在的我们只有等他了。张毅，这不是我们小区那个阳光大男孩吗？难道这些都是他做的吗？他家的房子真有那么好吗？周医生，都已经这个时候了，你就动手去做吧，我们相信你。周可儿摇了摇头。箭矢上面都是锈迹，这样是会造成感染的。我最多把箭矢给拔出来，但是没有抗生素治疗也会感染，到时候恐怕……在周可儿离开前嘱咐道：在没有专业的药物之前，不可贸然拔出箭矢，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你们什么时候搞到药品了再联系我。方雨晴听到此话，立马说道：张毅家就有药啊，1个月前我亲眼看到他囤了好多药品。方雨晴，你再撒个谎试试。我觉得它的可信度很高，因为需要的抗生素和消炎药并不是多么稀有的药品。如果张毅在末世前曾囤积过的话，是有很大几率有的。孙志超此时就像抓住了一只救命稻草。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啊！我们的伤就是他所弄的，让他把药拿出来。一旁的王敏则是说道：我们一群人刚刚攻击完他，你现在让他给咱们拿药，你认为可能吗？白莲花方雨晴却说道：我们本来是想找他合住的，我们又没有要伤害他，还打算破门之后多给他留点物资。这个白莲花真恶心啊，这人还真是屎壳郎戴面具臭不要脸。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了。我知道张毅之前追求过你，所以你去办最合适。众人也都纷纷附和。雨晴，我们是一个集体对吧？这件事情就委屈你一下了，我们大家好好的活着才能保护你。我真是嘴欠，早知道就不多嘴了。现在好了，给自己挖这么大一个坑。此时的方雨晴深知在这末世之中，如果脱离组织的话，会栽得很惨。随后方雨晴拿起手机，硬着头皮给我打了个电话。喂，有什么事情吗？张毅哥哥，我是雨晴。孙志超他们被你用箭射中，如果他们没有药物救治的话，很快他们会嘎的。你能帮帮我们吗？啊，你们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你是不是脑残？刚刚你们一大帮人来到我家，要把我从房子里赶出去，你认为我会帮助你们吗？方雨晴听到此话哭得更凶了。张毅哥哥，以前是人家不好，我是光屁股看天，有眼无珠，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发善心帮帮我们吧，就借点药给我们好不好？他们一旦感染是真的会嘎的。王敏拿过手机说道：张毅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说不定你在以后还有用到我们的时候呢。用你们什么？用你们帮我吃鸡腿，还是用你们帮我喝红酒？你真当我傻吗？我干掉你们一个人，又把你们都射伤了，难道我还要把你们都救治好，等你们再来干掉我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用生锈的箭去射他们吗？我就是要让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中嘎掉。就你们这话就不要再说了，想都不用想。王敏闻言连忙回道：你放心，我们绝不是这样的人，求你了，张毅，帮帮我们。忽然我的脑海蹦出一个很棒的想法。雨晴，看在我以前喜欢过你的份上，我就姑且让你来我家住吧，但是记住了，只有你一个，一定要离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远点。方雨晴闻言瞬间激动起来了。张毅哥哥，你说的是真的吗？只要让我住进去，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此话一出，房间瞬间又冷了2.5度。张毅哥哥，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爱晴儿的。好的，我马上就过来。哥哥，你等我一下呀。方雨晴无比兴奋，根本顾不得周围这帮人。带上我雨晴，你可不能过河就拆桥啊！方雨晴挥手就是一个大逼斗。离我远点，就是因为你这个绿茶女，要不是你，我可能早就去和我的张毅哥哥享福了。此刻孙志超的脸色却无比阴沉。原本是想让方雨晴去骗张毅物资，看这架势应该是要抛弃我们了。王敏上前拽住方雨晴，直接又来了一个666个大礼包。我可不是惯小孩的那种人。此时沸羊羊周鹏则是走到方雨晴身边。雨晴，你不是说最爱的是我吗？是不是张毅威胁的你？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做主的。此时被打懵的方雨晴也忘记伪装了。你不看看你那个傻样，就你也配和我在一起，跟着你一起喝西北风吗？走开，
不要妨碍我的美好生活。方雨晴随即反应过来，又一脸可怜相的看着沸羊羊周鹏。周鹏，你是爱我的对不对？你爱一个人不应该让他过得幸福吗？我跟着他可以顿顿啤酒龙虾小烧烤，人家和你在一起只能吃树皮，难道你不心疼雨晴吗？沸羊羊周鹏顿时语塞，都怪我不够出色，不够优秀。王敏急忙安慰表弟，这种女人根本不配和你在一起，她就是一个墙头草烂咸鱼。你想独自去享福根本不可能，除非带上我，要不你今天绝对走不出这个屋。王敏则是冷冷地说道，给我看住他，他要赶跑就打断双腿。方雨晴则是蹲在地上痛哭，这是我早就想到的，单独让你来就是离间之计，跟我玩你们还是太嫩了。各位的伤势我已经简单的止住了，想要根治必须拿到药品，一旦感染性命堪忧。突然孙志超想到一个好办法对付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一试。众人闻言纷纷投来目光。有什么办法？只要有希望，我们都得试一试。对啦，就这么拖下去也是等死，不如拼一把。现在全小区就只有张毅家有物资，家里有壁炉，而且看他的视频，食物也非常的充沛。我们只要把这个消息放出去，让全小区的人群起而攻之，咱们好从中获得渔翁之利。方雨晴闻言大骂，你们不讲武德呀！我以后可是要跟张毅一起生活的，你们毁了他，我以后可怎么办？方雨晴仿佛抢的就是他的食物一样，直接把自己当成女主人了。王敏闻言暴怒，真想再给他来几个大笔兜。沸羊羊周鹏呵斥住表姐，姐，住手！雨晴现在只是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只要我一直对雨晴好，她一定会回心转意的，别怕，雨晴有我在。王敏气得牙都要咬碎了，我怎么会有你这么脑残的弟弟啊？你迟早要让他给害了。随即王敏就在之前的业主大群里面把我之前的视频和照片都发了进去。各位邻居们，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还有人家里过着那么幸福的生活，这种自私的行为简直是无耻之极。视频是这几天张毅家拍的，想一想我们最近过的什么日子，他过的什么日子，你们说这公平吗？大家商量一下，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此时的陈正豪看到照片，嘴上的哈喇子直流。我虽然知道他家有食物，但是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必须要把物资抢过来。张毅，我们西出就可以一起散。此时不安好心的王敏把我家末日饮食照片公之于众，群里的人纷纷联系我。张毅，现在大家都过得那么惨，快要冻死饿死了，你家里有那么多吃的，还有燃料烧壁炉，分给大家一点吧。就是呀，大家会记得你的好的，希望你不要不识好歹。张毅，我们可都是多年的老邻居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张毅，我是你20楼的王婶，之前我还借给你2根葱呢，咱们这么好的关系，你得给我们加点物资啊。张哥，我是你刘文强兄弟，咱们可是亲兄弟啊，要不让我住你家里去吧？现在局势那么危险，我过去保护你。张毅，只要你让我住到你们家，我可以把我们家10几亿资产都给你。此时我正悠哉地吹着暖气，看着群里的信息不由得鬼魅一笑。你们都是些什么小卡拉米？我跟你们很熟吗？前世就是你们哄骗我开门，结果竟把我残忍打掉，这一世我定要好好戏耍你们。不曾想我的手机整整响了1小时61分钟，我是真服了你们这帮人活下去的毅力。这时候群里面立刻有人急眼了，张毅，你说的是人话吗？大家那么多年老邻居，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一个人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年轻人不要光想着自己舒服的躺平，你要懂得奉献。要不是你瞒着消息，自己偷偷囤物资，我们怎么会沦落到今天？对，大家现在过得那么惨，全都是你的错，你必须赎罪。这帮人已经完全失了心智，倘若我出现在他们面前，估计一人一口唾沫能把我淹没了。然而我直接无视众人，吹着暖气，听着音乐，仿佛这寒冬末世中的一切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哎，我怎么忘记我还有个异能空间啊？对了，我还存放了好几台雪地摩托车呢，如果有机会定要出去浪几圈，毕竟总待在家里人都待傻掉了。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这时候周医生找我有啥事呢？张先生，最近我们家的食物与药物已经接近告捷，希望您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为了答谢，之后我可以为您提供医疗方面的援助。周可儿并没有卖惨求施舍，只是要跟我等价交换。我记得上一世周可儿就是因为最后把食物分给了一位宝妈，这才导致她提前殒命。在现阶段，周医生，你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和我交换的吗？可不可以当做你未来的诊断费呢？毕竟在这末世下，这也是我唯一的资产了。要不把她留下来照顾自己，有个美女私人医生也不错，难不成以后会有用到的地方？不过越是漂亮的女人越容易背叛。我可以给你食物与药物，但是你需要拿出更有价值的东西。此时周可儿脸部微红，也不知道这个张毅到底在想什么。我需要你提供投名状，邻居们要是有想要加害我的消息时，希望你能第一时间汇报给我，帮我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毕竟这帮疯子随时都有可能这么干。周医生是出卖大家还是要投靠我，就看你的选择了。周可儿在权衡利弊之后，还是选择答应我。好的，我选择投靠你。我的道德与良知告诉我，不允许我做一个卑鄙的人。但是邻居们因为嫉妒而选择抢劫张毅的行为才更加恶劣。这帮邻居只想着白嫖张毅家的物资，在我看来也并不是什么正义之举。
此时众人都已经在业主群骂了我25小时了。就在这时，众人已经失去耐心。张毅，你人嘎哪去了？快给我们一个答案，到底交不交你手里的物资？看样子他们已经打算要强攻我家了。我看着这帮跳梁小丑，随即拿起手机。孙志超看着我发来的信息，后槽牙都咬碎了。张毅，你就要死到临头，我看你还能蹦跶多久？我看着消息越来越少，这帮小丑们估计已经重新拉群了。我的目光带着森冷的幽光。有多少人就尽管放马过来吧。虽说我的末世安全屋能够抵抗任何攻击，但是没有一点点紧张肯定是骗人的。果不其然，周可儿随即发来消息，孙志超把除了你之外的所有人都重新拉了一个群聊，没想到他竟把社会仔陈正豪也拉进群聊。陈正豪承诺现在不会对其他人动手，他让我们暂时放下以前的恩怨，但陈正豪表示如果行动成功，他要你家的一半物资。众人虽有不满，但却不敢说些什么，毕竟现在只要有口吃的怎么样都行。这时候周可儿的消息又响了起来，他们已经准备好去你家了，你要怎么应对他们呢？整栋楼能动弹的都去了，你要小心啊。好的，我知道了，无论如何你一会不要过来，记住我只提醒你一次，记住这次你千万不要过来，然后等着看好戏吧。周可儿皱着眉头，满眼都是好奇，这个张毅哪来的勇气，要以一己之力对抗整栋楼100多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被攻破家门，疯狂的众人肯定会要了他的命。不过他的确听从了我的话，没有跟着那群人一块过去进攻我家。这时候尤大叔也给我发来信息，小张，你快跑吧，他们都带着家伙找你去了，准备要破门抢夺你家物资。这个世道难得还有好人，尤大叔放心好了，我应付得来。小张，希望你能够活下来。对不起，我这回可能帮不上你的忙了。你能够不加入他们，已经说明你的善良了。没事，我这边不需要你操心。不久之后，我感觉到地面都颤动了起来。来了，邻居们二话不说疯狂砸门。我看向屋内的监控，张毅，你给我滚出来！不想嘎的话，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别等我们冲进去，否则到时候说什么都晚了。哦哟，陈正豪和孙志超怎么没来？看来这帮人就是他们的炮灰啊。然而我却没再心软。既然你们想抢夺我的资源，就要承受相应的后果。叮，高压电门启动。我操！其他众人吓得纷纷后退。是高压电，快躲远点。此时有人心生退意。你们这是要干嘛去啊？都给我回去！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我们只是他们的炮灰啊。孙志超见气氛紧张，马上出来稳定众人情绪。在这寒冬末世中，张毅竟不顾邻里之情，肆意加害街坊邻居。张毅他不配拥有食物和避难所，我们一定要为嘎去的众人报仇。只要咱们齐心合力闯进去，他家的物资一定能让咱们挺过这个寒冬末日。大家不用怕，张毅现在已经没有手段了，等待他的只有消失。孙志超这波演讲竟然让不少人为之疯狂。众人在饥饿与寒冷中生活了1个月，为了一口吃的，他们愿意奉献出一切。随即众人找来一根大木棍，兄弟们，给我撞！打开门，温暖的安全屋就在眼前了。我为了让他们更卖力些，随即拿出来88寸的大音响。听到歌曲的众人更加愤怒。张毅，你嚣张个坤吧，马上就弄嘎你！张毅，你今天必嘎！随即众人更加卖力撞击房门。一段时间后，众人被累得瘫倒在地。这是什么门？怎么那么结实啊？照这个速度，得什么时候才能把门撞破？就在这时，远处走来一人，看了看门，这是银行金库的防盗门啊！这种门我只在米国的金库见过，没想到他家居然有。那这个东西就撞不破吗？别说用木头撞了，这种最顶级的防盗门，即便你们用炸弹都炸不开啊！如果没有钥匙的话，除非是世界最顶级的开锁，专家才有一丝打开的可能。小心！我操！众人此时已经顾不得别人了，拼了命的往楼梯跑去。此时的孙志超突然说道：“大家不要着急，我有办法能进入他家。他们家的门是合金打造的，咱们撞不开。不过这墙还不是砖头水泥，我就不信砸不烂。”众人一听，瞬间幡然大悟。对啊，我怎么没想到门砸不开，咱们可以砸墙。孙志超，你真是我们的金师啊！我们那么多人，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把这墙给砸烂了。呵呵，张毅，你小子绝对想不到我们还有这个办法吧？此时的我在家看着他们议论纷纷，却不知道在说些啥。音乐声开得太大了，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不过我并不慌张，我倒是想看看这帮虾兵蟹将能耍出什么花招。反正再多的手段也没有我的多，我用了1个月的时间，耗费了所有心血，才打造了这样一个末世安全屋。如果能随随便便被你们摧毁，那真的就算我张毅该嘎了。这是怎么回事？这墙里面也是钢铁铸成的。我不信这房子全都是铁做的。好几个人一起动手，希望能够找到墙面上的破绽。可最后发现的都是坚固厚重的钢铁墙壁。此时有人心理防线被击破。为什么会这样啊？那个好人家房子用钢铁筑墙啊。有的人却因为无法忍受这种绝望，又拿起锤子乱敲，希望能找出来一点点破绽。真不好意思啊，哎呀，真是为难你们了。我家的房子哪怕墙壁都是用20厘米的金刚材料铸成的，
炮弹都轰不破，我会怕你们这些小卡拉米吗？只因我前世被害的记忆太深刻了，这一世我绝不想再体验第二次了。在当初验收房屋时，我可是一寸一寸用锤子敲击过验收的。丁，开启房间降噪功能。此时众人已经绝望了，内心的温度比室外的冰雪还要冷。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人打造一套这样的房子？此时的陈正豪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们着急什么？现在只是开始啊！就算他们家墙面都是钢铁铸成的，难道地面顶棚也是吗？我就不信了，他能搞出来一个50角的玻璃。我透过监控听见陈正豪的话，这大哥脑子挺好使啊，不过可惜的是，我又不傻，当初早就做好万全之策了。此时邻居们听到陈正豪的话，纷纷来到我家楼上和楼下的位置。这张一家就是个铁箱子啊！众人足足忙活了一整个上午，有的人已经饿得眼冒金星了。难道我们都要被活活饿嘎吗？此时的孙志超已经接近崩溃了。难道真的就没办法了吗？可恶的张毅，你为什么要这么狠的吗？你一个人活着怎么比得上我们那么多人活着？牺牲一下你自己怎么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邻居忽然走了出来。也许你们可以尝试一下走阳台，张毅家阳台是一个很大的落地窗，或许有机会闯进去。听到我家邻居的想法，一群快要绝望的人猛地惊醒。窗户吗？对哦，他家既然有窗户，就一定留有出口，不可能全封。只要有窗户，就可以冲进去。此时的我正喝着茶，被突如其来这一幕，属实吓了一跳。如果真有丧标的话，大概也就是他们这种程度的样子了。2点5秒后，砸门声响彻整个小区。我手捧咖啡，欣赏着这一出好戏。谁说玻璃就一定比金属脆弱呢？张毅，你给我等着，马上我就弄嘎死你！我砸破了这块玻璃，你就完蛋了！你这个该嘎的家伙！你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猖狂了，今天就是你的嘎期。那么多好吃的，还有热咖啡，都是我的，都是我的。眼见时机成熟，我走进厨房，拿起特制的瓶子，给你们这些人暖暖身子。求你救救我，救我！救你？别开玩笑了，我要没看错的话，刚刚应该就是你骂的最凶，砸的最狠的吧？张毅，我不想嘎，求求你救救我吧！救你？别开玩笑了，我要没看错的话，刚刚应该就是你骂的最凶，砸的最狠的吧？随后3人发出绝望的声音，彻底被火焰所吞噬。见此情况，其他人想原路返回。孙志超手持武器拦住，说道：“你们快滚回去，不要连累到我们！你们这个样子已经没救了。”他们生怕火焰烧到自己身上，于是选择让这些人消失。我受不了了。众人忙碌了一天，本以为可以轻松攻破我家，可最后的结果却让他们绝望。忽然有人一个箭步跳到我家阳台。张毅，我快要饿嘎了，求求你救救我吧，哪怕只给我1块面包也行啊！此时越来越多的人陆陆续续来到我家窗前，试图博得我的同情。大家不要这个样子，我看着心里面难受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心里一难受就想吃东西。说完，我举起手中的龙虾拌面吸了一口，众人看的眼睛都直了。这一刻时间都静止了。张毅，是我们错了，我们只想活着，你就施舍给我们一些食物，让我们苟延残喘的活下去就行。为了一口吃的，这些人连尊严都不要了。我把吃了还剩下的面放在玻璃窗前。别怪我没给你们机会，你们谁现在过去给我把陈正豪的西瓜拿过来？这样的面条我管他1星期，顿顿吃到饱。我当然不可能可怜这些人了，只是他们如果天天在这里砸窗，属实有够烦人的，所以不如让他们自相残杀。窗前的众人听到我的话，不禁有些激动，但也有些害怕，毕竟陈正豪手里有镖啊，很有可能还没解决掉他之前，就反被他收拾掉了。此时的陈正豪看到他们怎么都不说话。难道张毅和他们说了些什么吗？殊不知我在和窗前人说话的同时，已经把悬赏陈正豪的消息发到群里了。辛苦各位了，砸了一天也累了，别怪我不给各位机会，你们帮我拿下陈正豪，我提供食物补偿。此时的陈正豪只觉得背后凉飕飕的，他不知道的是，要不是因为他现在有武器，很有可能已经被众位邻居消灭了。你们想干什么？都给我滚开！陈正豪随即拿起手机，才发现，好你个张毅啊，竟然敢打起我的主意！陈正豪立马觉得不妙，兄弟们，咱们先回房间再说。孙志超却大声喊道：“等等，你走了，那张毅家怎么办？攻不进去，你还能怎么办？回头再想对策吧。”此时的众人看向陈正豪的眼神都变了，就像是移动的食物一样。经过这一战，邻居们彻底认怂了，他们本就不多的体力也几乎消耗殆尽，而且面对我家的钢铁堡垒，他们也死心了。陆陆续续的人给我发来求饶信息：“张毅，我可以把我的资产全送给你，只求你给我一些吃的，行吗？”别傻了，如今最没价值的就是金钱了。这时方雨晴给我发来信息：“张毅哥哥，你好厉害呀！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没事的。晴儿现在脱不开身，他们太可恶了，一直把我锁在家里。你放心，晴儿一定会过去找你的。”我一口82年肥宅水差点没喷出来。这个傻白甜真是个大聪明。在官方的努力维持下，我国的雪灾情况正在好转，希望大家不要着急，很快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天气严寒，大家不要随便外出，避免冻伤，请给需要的人提供一定的帮助。我们大家一起众志成城，克服眼下的难题，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现在的新闻可比小品有意思多了。第二天早上，走廊里埋伏着2个人，显然昨天我的话已经奏效了。在濒临绝境的状态下，
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开始慢慢消失。此时陈正豪吩咐小弟出门打雪，动作都给我麻溜点，快去快回！躲藏起来的二人瞬间感觉机会来了。这时前面的小弟突然回头大喊：浩哥，小心背后！陈正豪不愧是大哥，反应速度那叫一个迅速，把他们两个清理掉。就在这时，身边的小弟惊讶地说道：浩哥，你中刀了！原来刚刚因为太过紧张，激动之下才没有感觉到疼痛。这两个小卡拉米竟然敢偷袭我！陈正豪连忙拿起手机打给周可儿：周医生，我受了点伤，麻烦你过来帮我包扎一下。10分钟后，周医生就来到了陈正豪家。虽然不情愿，但是面对恶人的镖口，他也没得选。我可不会免费帮你。陈正豪嘿嘿一笑，伸手指着厨房道：待会吃的东西我分你一份。周可儿脸色一变，常年在医院里工作，他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不用了。都什么时候了，周医生还这么清高吗？早晚有一天你会吃的，不吃就嘎。我宁可去嘎。那我可舍不得。现在这个世界，身边有一个医生太重要了。要不是当初周可儿帮他处理了腿上的伤，现在他失去的就不止一条腿了，而是他的命。你放心，如果有一天非要牺牲你的话，我一定会把你留在最后面。周可儿刚想走，却被小弟们拦了下来。你们想干嘛？没什么，只是我的伤没好之前，你还不能走。陈正豪不顾周可儿的反对，强行将他留了下来。随即陈正豪一行人商量着对策，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浩哥，咱们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楼里的居民都敢反抗了，这样对我们极其不利啊。我们现在只有把张毅那家伙抹去，抢夺他的物资，才有可能扛过这次血灾。所以当下还是得考虑怎么对付张毅。浩哥，张毅家我们都进攻过好几回了，但是每一次都失败。他们家就像个铁壳似的，攻不进去啊。我就不信他们家没有破绽，更不信他不出门。这样吧，咱们搬到他家隔壁去住，轮班看着他，只要等到有机会，就直接把他给收拾掉。而且住在高层也更安全。周可儿闻言借机上了一趟洗手间，陈正豪却冷冷地说道：周医生，给你10分钟时间，如果你不出来，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放心吧，我不会逃的。来到洗手间后的周可儿把听到的消息发给了我。张毅，陈正豪准备搬到你隔壁蹲守，要趁你出门的时机袭击你，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知道了，你继续留在那里观察情况，有消息随时联系我。想让我出门，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周可儿是医生，暂时她的生命是安全的，毕竟你将来可是要成我的媳妇啊。开门，开门，我是陈正豪，给你们换一间房子住，快把门打开，不然我就开 BO 了。怎么办？他们来抢我们家的房子了，恐怕连我们最后那点吃的也保不住了。别怕，没事的，他们要房子，咱们就给他好了。随即两人把家里所剩不多的食物藏在衣服里面，然后颤颤巍巍地打开门。豪哥，这房子以后就是您的了，我们马上就走。随即夫妻二人小心翼翼地离开了。周可儿被吓得已经说不出任何话。这么冷的天，他们迟早都是要嘎的。周大夫，你得习惯这种事。不过你放心，在我攻破张毅家后，你绝对会是陪我到最后的那个人。在上次强攻我家失败后，仅仅过去2天半，他们的伤口就开始发炎了。不要这样，我还不想嘎。孙志超被吓得眼泪直流，随后几个人发出了惨叫，状若疯狂。姐，你再去帮我求求张毅吧，你可不能眼睁睁看着弟弟嘎掉啊！王敏则是一口回绝：老弟，你还是自求多福吧，张毅那家伙不会答应的，我也爱莫能助。此刻方雨晴在听到门外的惨叫，吓得她连忙联系我。张毅哥哥，他们都疯了，晴儿好怕呀，你过来救救晴儿好不好？晴儿过去之后一定听话，你让晴儿干什么，晴儿就干什么。晴儿，你这个样子哥哥也很心痛啊，但是我没办法出门，陈正豪就在我隔壁，要不然你过来吧，不过路上要小心点，别被他们给撞到了。昨天我隔壁的邻居都被他们给嘎了，你细皮嫩肉的，可能会被他们盯上。随即我直接关闭手机，不想再听他多逼逼。接下来几天，在业主群里面，每天对于他的哀求声依旧不绝于耳。张毅，你还是个人吗？你明明可以让大家伙多活一段时间，为什么那么自私？你注定会孤独一辈子的。难道你就没有心吗？不帮助我们，你的下半辈子都会活在内疚与悔恨当中。面对邻居们的怒骂，我的做法也很简单，直接在群里直播我吃饭，把我的生活录下来，发给他们看。各位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红烧肉。群里面的邻居们红了眼。做什么红烧肉？能有那么多五花肉啊？你吃不完别浪费，给我。张毅，你不是人啊，你不配吃那块五花肉。张毅，我1星期没有吃过油了，求你让我吃一块猪皮吧，让我喝1口油都行，那个是你不要的吧，给我吧，求求你了。饥饿至极的人对于这种高油脂的食物完全没有抵抗力。我咔咔一片操作，隔着屏幕，邻居们似乎都能闻到红烧肉的香味。不过料理了片刻之后，我却皱起了眉头。哎呀，酱油放多了，擦，这锅肉就废了，这玩意还咋吃？哎，浪费，太浪费了。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此时群里瞬间炸开了锅，邻居们全都疯掉了。别扔啊，
我的嘴就是垃圾桶，垃圾桶在这里。哎呦，你干嘛？为什么要扔掉？为什么啊？你们家的垃圾赶紧扔了吧，我马上就去捡。少爷，老奴来迟了，请问你还需要人吗？帮你处理垃圾的那种。一些人被张毅的举动气得差点当场背过气去，他们的心都在滴血啊！别说红烧肉了，他们在梦里都舍不得吃那玩意，而我竟然毫不节俭的倒掉了一锅。我还是吃点现成的吧。大家看，今天晚上我的晚餐是油焖大虾、葱烧海参、一品豆腐、糖醋黄河、鲤鱼、九转大肠、糟溜鱼片、糖醋里脊、乌鱼蛋汤，还有拔丝山药。老铁们，菜上齐了，咱们开吃。张毅，分我一口吃的吧，我给你磕头了。张毅，给我家孩子吃一口鱼吧，哪怕是鱼尾巴都行。张毅哥哥，让我喝口汤就行。各种祈求的声音不绝于耳，还有些人在狂打我的电话。我选择直接无视，就美滋滋的在那里吃饭，看着这些邻居们气急败坏的模样，我都觉得这顿饭吃得更香了。接下来的几天里，终于过得清闲了。我拿出平板调取监控，真无聊，还是看看陈正豪他们在干嘛呢？不料直接看了一场好戏。此时的陈正豪拿着武器威胁邻居，他是害怕了，所以想办法拉拢了一批人过来，这样才能避免自己被人打掉，来找我领取悬赏。看来我通缉他的事情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呀。陈正豪看着手中的子弹已经所剩无几了，万一碰到几个愣头青，到时候他们赶住我臂里没有子弹，一旦我手里没有武器，下场一定会十分惨的，所以必须要赶紧拿下张毅。事到如今，大家都是各怀鬼胎。随即我给周可儿打电话，周医生，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此刻的周可儿非常紧张。陈正豪他们已经疯了，现在所有食物都吃完了，他们每天都在逐个房间排查，进行打砸抢。我2天没吃一点东西，感觉自己快要嘎了。大家都没有物资了，说来可笑，当初被你嘎掉的几10个人，倒是让不少人又多活了些日子。不过他们也遭到了抵抗，还活着的人都已经抱团了，他们也有嘎伤。突然周可儿一脸严肃地问道，张毅，你还能救我吗？我听见这句话，感受到了高冷女医生的卑微。我思考很久，末世当中一位医生可不好找，且是这种知根知底的更难遇到，不能让他就这么嘎掉。但末日之下先嘎圣物，现在就看周可儿关键时刻能不能狠下心来了。就你也不是不可以，你帮我办一件事，事成之后我定护你周全。就在这时，门外传来闸门声。张毅，给我滚出来！整天只知道躲在房子里，你就是个胆小鬼，没用的废物！啊，对，你说的都对，感染的滋味不好受吧？让我猜猜你胳膊的伤口，现在至少有15厘米深了吧？外面的温度很冷，但是你的身体却很热，细菌会在你那片温床上拼了命的繁殖。即便知道我是在故意吓他，可是内心的恐惧却无法抑制。张毅，老子嘎了你！周鹏，你知道的，你已经时日不多了，倒不如趁着你还没嘎，把活着时候没敢干的事情都给做了。周鹏一阵失神。对啊，你说的没错，如果再不做，这辈子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对啊，我都快嘎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周鹏，你干嘛？离我远点！雨晴，你愿意嫁给我吗？方雨晴皱着眉头，眼神中满是嫌弃。不，我不愿意，你快离我远点！周鹏的心碎了。我为方雨晴付出了那么多，甚至连我自己的命都要没了，可是方雨晴对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过一丝心动。不，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在我嘎之前要让你做我的女人。此时方雨晴使出洪荒之力，对着周鹏就是660个大逼斗。滚开！你这个臭虫，浑身上下臭气熏天，就你也配和我说话？滚开！我还要去找我的张毅哥哥。被打懵的周鹏，那仅存的一丝理智也当然无存了。既然你不愿意嫁给我，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另一边的周可，在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之后，最终还是答应了我。这就是张毅对我的考验，虽然非常危险，但是不这么做的话，用不了多久，我肯定也会嘎在陈正豪等人的手里，所以我必须要拼一次。周可儿走出房间，对着陈正豪说道：我去帮他做饭，希望你能分我点食物，我已经快要饿嘎了。我就知道你忍不住了。周大医生，欢迎你正式加入我们的行列。2天没吃东西，是个人都受不了。周医生，为了活着嘛，不就忍？周可儿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你说的对，我不想嘎，我想活着。陈正豪以为周可儿想通了，点了点头。那样最好，你现在对我还是有些用处的，我可不希望看到你那么早嘎掉。周可儿深吸了一口气，默默地转过身去厨房帮忙。来到厨房的周可儿看到陈正豪的小弟都是一脸麻木。周医生，你帮我看下锅里的饭菜。随即小弟走了出去。周可儿在确认四周都安全后，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医用白色调料，全部倒进了锅里。周可儿看见锅里的饭菜，还是忍不住的要饿了，但还是奋力的搅拌起来。晚上吃饭的时候，周可儿把一大锅端上桌，众人都急不可耐的过来吃饭。为了不引起怀疑，自己也盛了一碗汤，默默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看到了没？高冷御姐也得让我制成小绵羊。来到屋内的周可儿终于松了一口气。现在我只要等时间到即可，希望不要出现意外，否则我的下场一定很惨。一段时间后，客厅的人都陷入到深深的沉睡中。周可儿走了出来，顿时松了一口气。还好药效按时发作了。周可儿直接拿起手机给我发来信息。我按你的指示，给他们下了大量调料，他们都昏睡过去了。
大概只有半小时的安全时间，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则是回复道：把他们所有人都拖到阳台上面来，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好。随即周可儿按照我的要求，把众人都一一拖了出去。看到周可儿做完这一切，我暗自一笑。周可儿声音颤抖地问道：接下来还要我做什么？你是要嘎了他们吗？而我却是轻蔑一笑，随后我顺手扔给他一捆绳子。确实是要嘎了他们，但不是我，而是你。我指了指阳台的绳子。你先把他们的手都给我绑起来，另外再把陈正豪的镖给我找出来。此时的周可儿已经2天没吃饭了，又把众人都拖到了阳台上，体力消耗严重。周可儿随即问道：你就不能来帮一下忙吗？我可不想阴沟里翻船。你也太小心了吧。按我说的做，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不会让自己冒一点点风险的。周可儿见到我如此谨慎，无可奈何，随即将众人绑好。正当周可儿要拿镖的时候，我立马大声呵斥道：把镖里的花生米慢慢拆下来扔给我。周可儿则是一脸委屈地说道：我怎么相信你？万一我做完这些之后，你翻脸不认人呢？你现在除了相信我，已经没有别的选项，只有相信我，你才有可能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活下来。周可儿思索了片刻，她也清楚自己除了相信我没有别的办法，直接就将镖扔给了我。我认认真真看着了2年半，确认无疑，这就是监控里陈正豪使用的这把镖。你先回屋子里面去。就在这时，我突然从房间内抽出一条水管，打开阀门，冲着陈正豪而去。周可儿看着眼前的众人，不禁感慨：被这样冰冻而嘎，手法也太残忍了吧？不过安全有效。怎么回事？豪哥，你咋也在这？此时的陈正豪一脸震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我被下药了吗？陈正豪突然猛地大叫起来：张毅！只见我一脸邪笑：你们闹得也差不多了，该送你们上路见阎王了。此时的我站在阳台上，欣赏着我的杰作。小区恶霸族。几分钟后，周可儿接通了我的电话：你做的不错，周医生，你通过了我的考验，你现在可以过来了。闻言，周可儿长舒一口气，心中的巨石终于落下了。她颤抖着说道：好的，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过去。此时的我把房门999道锁，已经开启了998道锁。随即我盯着监控，只要有一点反常，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重新关上。好在监控里的周可儿一切正常，系统也并未扫描出任何危险。随即我说道：周医生，你可以进来了。房门很重，周可儿用尽所有力气才勉强打开。就在房门露出一丝缝隙的时候，屋内的温度让周可儿激动又熟悉，我连忙关上大门。温暖，太温暖了。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比如说这里是我家，而且你还没有完全经过我的考验。周可儿这才反应了过来，身边还有一个男人。你可真是够谨慎的，我都已经按照你说的去做了，解决了你的敌人，难道这样都不够取信于你吗？那些人对你来说也是很大的麻烦，你除掉他们也并非完全因为我，你自己也有活下去的需要，解决掉他们仅仅是证明你有些作用，但是接下来你要怎么证明你才是无害的？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肯相信我是对你无害的？很简单，自己证明没有私藏对我不利的镖就行，毕竟你已经下定决心要跟我站在同一条船上，咱们彼此之间不应该坦诚相待吗？周可儿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应该付出什么，以此来得到什么。好的，我明白了，现在这样可以了吗？我谨慎地走过去搜查了一番，确认周可儿没有携带武器。我建议你先去洗个澡吧。周可儿的脸更红了。这里有换洗的衣服，你待会自己拿去穿。我按照你的尺寸挑选了一套，你试试合不合身，不行的话我再给你找其他的。周可儿终于进了我的末世安全屋，而我选择告诉她一个惊天大秘密。多谢你的衣服，尺寸刚刚好。那是当然，坐吧。你要明白，我让你住进来，是因为你对我还有一些价值，但你一定要记住，这是我对你的恩赐，所以你必须要完全服从我的命令。如果你有一点点歪心思，我会毫不留情地嘎掉你。周可儿心中不禁感慨，张毅真是冷血。我伸手又指向一个房间，以后你就住到那里，整栋房子所有位置都有监控，希望你能理解。如果你有异议，现在完全可以离开。此时的周可儿点了点头。好的，我都会听你的，放心吧。不愧是聪明的女人，交流起来就是方便。我望着周可儿，语气变得稍微温和了一些。你很聪明，这样我们大家以后相处起来都方便。你应该明白，外面是怎样的炼狱，除了依附我，你没有别的活路。所以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仔细听好了。周可儿闻言一愣。秘密？你的秘密居然愿意告诉我？周可儿惊讶地睁大了双眼，一脸的不可置信。像张毅这么谨慎的人，不应该轻易的告诉我秘密才对啊。跟你说这个秘密，也是为了保证你对我的忠诚。不过如果你泄密的话，我也不是很害怕，毕竟这个世界大家自保都难，我也不怕谁能对我造成威胁。相信你也看到了，之前想嘎我的人都被我嘎掉了，造成这次雪灾的原因，我相信你在网上也看到了，是由于超新星的爆炸导致的伽马射线爆发。这种射线对人体会造成一定影响，有可能导致人体变异，而我就是那个天选之子，获得了一个独立的异空间。周可儿闻言一愣，我不顾周可儿惊讶的眼神，继续说道：我之所以可以潇洒快活的活到现在，就是因为在末世前，我的异能空间里面存储了大量的物资，否则的话，光靠我这套房子，你也看得出来，存储不了太多的物资。因此只有我活着，你才可以跟着我享用到那些物资，才会有食物可以吃，才会有热水洗澡。我如果嘎了，这栋房子很快就会变得与其他房子没有差别，你还是会乐嘎。为了让周可儿彻底信任，我当场从异能空间内取出一些饼干，看到我像变魔术一样，周可儿震惊的更像周可儿，
随即我扔给周可儿一袋食物。饿了2天半的周可儿看到吃的却是一动也不敢动，就这样一直盯着看。超能力吗？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这么大一块面包放在外面，足够让两方人拼命，更别说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我看到周可儿这个神色十分满意。吃吧，那个就是给你的。闻言，周可儿再也忍不住了，就像2年半没吃过东西一样。天哪，为什么一块面包都能那么好吃？我则是在一边轻声细语地说着住在这里的规矩。希望你自己要懂事一点，以后家里打扫卫生、做饭这些事情不要让我安排，自己主动一些。想要物资就要靠自己的劳动，记住了吗？我的家里面不可能养闲人。周可儿连连点头。我明白，主人。我眉头一挑，这个小妮子倒是挺会来事的呀，怪不得年纪轻轻就能当上主治大夫。看到她吃饱喝足，我的嘴角露出一抹微笑。知不知道为什么整栋楼那么多人，你和我不是最熟悉的，可我偏偏选中了你吗？周可儿抿了抿嘴唇。因为我是医生，你什么都不缺，但不能保证自己不会生病受伤。我点了点头。这是其一，虽然我的身体很健康，但是人总是要防患于未然。那么第二点，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你知道就好。第2天早上，我拿着早餐轻轻敲门。你要不要起来吃点东西？我看着周可儿疯狂炫食物，已经是第10个霸王龙汉堡了。对的，不过只是半饱，不能再吃了，我要减肥。主人，今天有什么吩咐？走，一起去把昨天的艺术品统统砸碎。一瞬间，我从异能空间拿出一根10米长的棒球棍递给了周可儿。周可儿见状，一脸懵逼中的懵逼。他们肯定已经尬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可能是因为我单纯的很讨厌他们吧。看到周可儿诧异的眼神，我笑着道：整栋楼里面几乎每个人都想弄嘎我，然后抢走我的房间和物资，我总需要做点什么，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好惹的。一想到陈正豪还在隔壁，放在那碍眼的很。过去他们觉得我是个只知道待在家里的缩头乌龟，当然了，我也并不介意他们对我的看法，但是时间久了，总是有点烦，让他们长长记性也好。还有一点就是我这个人有仇当场就报。周可儿此时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你不会又要让我去做吧？陈正豪他们都尬了，你还这么松？我这是稳重。废话，我万一过去了，你把窗户一关我怎么办？为了我们今后美好的生活，请吧，周大医生。周可儿一脸无语，从没见过这么怕大的人，真是稳如老狗啊。虽然他吐槽了我，但是身体还是很诚实。此时的我拿着手机一直在录像。周可儿回头一脸疑惑，你录这个有什么用啊？我闻言说道，我要把视频发送到业主群里，让他们看看谁才是这栋楼的老大，杀鸡儆猴，让他们以后都不敢来骚扰我。不光如此，我还要取代陈正豪在他们心中的位置。周可儿点了点头，更加卖力的砸去。回到屋里，周可儿刚好看到我把视频上传到业主群。此时邻居们看到视频纷纷点开，当看到是陈正豪等人时，邻居们都非常激动，不知道有多少人大笑起来。陈正豪，这个恶魔终于干了！更有不知道多少人痛苦。小翠，你可以瞑目了。他终于尬了，我们可以出门了。尬得好啊，哈哈哈。随后我发去信息，陈正豪已经尬了，以后整栋楼就归我管理。周可儿坐在我身边看着群里的回复。张毅，陈正豪是你尬的吗？你可真厉害，谢谢你帮我们除掉了一个该死的恶魔。正义，你家还有吃的吗？我快乐干了，我还想活着。张毅，你家里一定有吃的吗？给我一点吧，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各式各样的信息都有，完全忘记了是我刚才解决掉陈正豪。此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定睛一看，居然是方雨晴。这个白莲花居然还活着。随即我接通了方雨晴的电话。张毅哥哥，你现在是和周可儿在一起了。既然陈正豪已经嘎了，张毅哥哥，你是不是可以来接晴儿了？你不是答应过晴儿的吗？不要和那个女人在一起，晴儿才是你的唯一。此时周可儿听见方雨晴所说，瞬间升起一股危机感。我一定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否则张毅随时可能换人。这时我开口说道，真是没想到你还没嘎呢。绝望的方雨晴听到我的回话，眼神瞬间一亮。原来是张毅哥哥以为我嘎了呀，才让那个女人住进你家里的吗？哥哥你放心，晴儿很好，你快来接我，咱俩好双宿双飞。略施小计，让方雨晴在末世之中彻底绝望。晴儿，你是个好人，但可惜你来得太晚了，我等了你好久都不见你来找我。现在我遇到了更好的人，你一定会祝福我的，对不对？随即我拿起手机玩起了自拍，镜头中周可儿的容颜真是让女人都嫉妒，然后直接就把照片发给了方雨晴。还在苦苦等待的方雨晴彻底绝望。方雨晴拿起手机，入眼便看到周可儿依附在我身边。张毅哥哥，不，你不能这样对我呀！晴儿爱你，晴儿最爱你了，他一定是骗你的，他不是真的喜欢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证明我才是那个真正爱你的人。不必了，我和可儿的确是真爱，他比你强太多了，我怎么可能为了你而放弃他？你觉得你够资格吗？咱们以后还是别联系了，我怕他会误会。方雨晴已经呆愣在原地了，蒙圈中的蒙圈，随即跪地痛哭。我不信，我不信！张毅，你明明是我的备胎啊！你追了我2年，可为什么现在我都那么主动了，你却不追了？那个女人，你为什么要抢我的东西？你真该嘎呀！对，就是周可儿，都是那个女人害的。这种痛苦和绝望是双倍，因为周可儿各方面都比方雨晴要好，
此刻的她也就剩下无能咆哮。王敏和闺蜜林彩宁看到这种情况后，那叫一个拍手叫绝。呸，活该！你有今天完全是你咎由自取。此时的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再玩下去就没意思了。我直接挂断电话，并且拉黑了方雨晴。随后我扭过头，二人的眼睛对视在了一起。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残忍？只见 Joker 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脸上泛起了微微的潮红。我相信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理由，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可儿都会无条件支持你的。随即我也只是看着 Joker， 不想过多的解释。你明白就好。中午 Joker 做了一桌饭菜，恭敬地站在一旁对着我说道：饭做好了，可以吃了，主人。我则是淡定地说道：你自己做的，先尝尝看吧。毕竟谨慎是我这一世刻在骨子里的。就在这时，消失已久的林大妈突然在业主群发来消息：你们现在都要听我的，不然到时候把你们全都拉出去。听到我的话了没？现在马上给我送吃的过来。然而群里面根本没有人搭理他。他疯了吧？不过他能活到现在倒是一个奇迹。我记得陈正豪最先抢的就是他。Joker 却露出一抹紧张的神色。当初我去给他们看病的时候，看他们可怜，就分给了他们一点物资。闻言我看向 Joker， 吓得他紧忙解释道：那个时候只是雪灾刚刚开始，我根本没想到会是这么严重，以为很快会过去的。我要知道是现在这种情况，断然不会贸然行事。我不是圣母，请你相信我。我给 Joker 倒去一杯水，不以为然地说道：重点不在这个，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给他的那点物资，他应该早就吃完了。你说他到底是靠什么撑到现在呢？ Joker 一惊，差点没把刚吃的饭喷出来，随即说道：林小虎因为药物治疗，差不多2天半就嘎掉了。我鬼魅一笑，原来如此，这么说的话，那就很合理了。过去林大妈就一直说林小虎是她的心肝宝贝，她可真是个狠人啊，说到做到。Joker 闻言大惊失色，难道他真的？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Joker 叹了口气，大家都疯了，这雪灾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大自然变幻莫测，谁知道呢？就像最近的台风水灾，希望这一切赶快过去吧。我俩说话的时候，我手机响起来了，居然是小区里的尤大叔。我接起电话，只见尤大叔吞吞吐吐，似乎是有什么事情想求我。张毅，你现在可还好啊？这尤大叔是在这末世为数不多的老实人，还会武术是练家子，现在能给他点甜头，日后为我做事也不赖。尤大叔，你不用跟我客气，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的话，不妨直说，只要我能帮上的忙，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真的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张毅是这么回事，谢丽梅她家宝贝发烧了，可是我家里却没有药，看孩子这状态，如果再没药救治，怕是挺不了多久，我和他妈妈都要急死了。你那里有药吗？闻言我眼睛瞪得滴溜圆，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我记得在上一世，她就比我活得还要久。尤大叔打了一辈子光棍，遇到这种不到30岁的女人，看来还是没把持住啊。能够攀上这种大冤种给她养孩子，那是她的本事。不过别人的私事，我并不打算掺和，随即说道：原来是这样啊，要我这里还有几盒，你现在过来取吧。我挂断电话后，Joker 连忙递上一杯水问道：你和尤大叔关系有这么好吗？可儿，你要知道，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这一点在这寒冬末世体现得更加明显。尤大叔是个善良且武力值堪比奥特曼的人，让他欠下我一个人情，将来或许能用得到。Joker 此时望向我，他只发现看着人畜无害的阳光大男孩，还有这么狡猾的一面。仅仅过去2分半后，我家就传出了敲门的声音。我习惯性的看了一眼监控，却意外发现门口不光是尤大叔，还有一个女人。她来干什么？虽然她全身被厚厚的衣服包裹，但我知道她一定就是那个宝马谢丽梅。我走到门前，明知故问道：是尤大叔吗？对，是我。还没等尤大叔说完，谢丽梅带着哭腔连忙说道：张毅，我们家神兽高烧不退，你救救他吧。我没有跟他过多废话，直接把药扔了出去。尤大叔拿起药，满眼的激动之色。张毅，谢。张毅，我求你一个事。末日一包价值2000万的药，我随手就送，可对方非但不感激我，还对我进行道德绑架。张毅，我求你一个事情，你能不能让宝宝先在你家住一段时间？你家里有壁炉暖和，神兽现在生病了，我实在是担心他冻坏了，你能帮我这个忙吗？旁边的尤大叔此时愣了一下，顿时心里面有些尴尬，但见到谢丽梅那委屈的眼神，他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此时的我却是一脸阴沉，这是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啊，只怕是谢丽梅借神兽的影子。你这个当妈的，好享清福吧？门口是谢大姐吧？你也知道我现在是2个人，有些事并不方便，况且家里的煤炭已经用完了，温度并没有比外面高多少。听见我的话，尤大叔也轻声劝导：张毅对咱们已经非常够意思了，拿着药回去，咱们多穿几层衣服冻不着的。此时谢丽梅痛哭流涕：张毅，求求你了，看在尤大哥的面子上，让神兽住进去吧。此时我的脸色阴沉，这个女人有些麻烦啊，她这算盘打得响，一旦神兽住进来，谢丽梅就可以利用照顾神兽的名义住进来，到时候可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了。此时我抱着胳膊站在门边，你这个要求要是在寒冬末日以前，我一定会答应你。现在你应该也知道，整个小区所有人都想抢我家房子，想要嘎掉我的人，从这里可以排到外太空，
我实在是吓怕了，不敢让陌生人进来啊。我希望你也能理解我，对吧，尤大叔？你应该明白吧？门外的尤大叔连连点头。此时的他夹在中间，非常的尴尬，他也不愿意继续麻烦我，随即大声对着谢丽梅说道：“丽梅啊，张毅对咱们已经够好的了，不然这寒冬末世之下，还有谁愿意把药分享出来呢？你知道现在一瓶感冒药有多么难得吗？我们不能这么贪心，知道吗？”谢丽梅则是一脸委屈的模样，也不反驳尤大叔，只是两眼泪汪汪的看着他。可是，他不是让周医生住进他们家里了吗？我咧嘴一笑，周可儿是我女朋友，有什么问题吗？周可儿听见这句话，虽然明白我只是敷衍对方，但还是忍不住嘴角微微勾起。相对于是事实，女人还是比较喜欢甜言蜜语，哪怕明明知道是假的。谢丽梅此时看着怀里的神兽，似乎是在想接下来的对策，但身边的尤大叔脸皮就没那么厚，拉着谢丽梅明显有些生气的说道：“走吧，不要再给张毅添加负担了，咱们见好就收，别太过分了。张毅对咱们已经够义气了。”谢丽梅看到尤大叔真的生气了，立刻换成一副委屈的模样。我也不想那么做，我不都是为了神兽吗？此时尤大叔对着屋内的我说道：“对不起啊，张毅，你别跟他一般计较，这次的事情多谢你了。”没事，这种心情咱们都能理解，在这末世，咱们要互相帮助支持。透过监控视频，我看到尤大叔已经领着谢丽梅往楼下走去，随即我一边往回走，一边叹气。这个谢丽梅超乎我的想象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主人，你也不用在意，他这种人现在多的是。另一边，尤大叔回到家后，对着谢丽梅大声说道：“丽梅，你刚刚说的那叫什么话啊？怎么能让人帮你带神兽呢？你是咋想的？现在外面那么乱，谁知道是人是鬼啊？张毅能给你药，就说明他是你值得信赖的人，你怎么还能得寸进尺呢？”谢丽梅一脸柔弱的说道：“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神兽吗？我现在活着唯一的动力就是神兽，他要出了什么事，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闻言，尤大叔语气缓和了下来：“咱们做人最起码要懂得感恩，张毅帮了我2次大忙，要不是因为张毅，我根本不可能囤积那么多物资，也不可能活到现在。这大恩大德，我尤继光一定会找机会报答。”此时的谢丽梅憋了一肚子的气：“尤大哥，你也不用对张毅那么感恩戴德，最起码他现在还对你不是那么信任。”尤大叔闻言一愣，差点破口大骂：“你说的是人话吗？”谢丽梅一脸委屈，还在不停的煽风点火：“你想啊，如果他真的信任你，就一定会开门让你进屋坐一坐，那药都是扔出来的，还不是防着你吗？你可不要因为眼前的小恩小惠，就认为张毅是个大善人，除非他愿意让咱们住进他家里，我才相信他是好人。”没等谢丽梅继续说下去，尤大叔愤怒地看着他，恨不得给他来一个大鼻兜套死，把谢丽梅吓得够呛。对不起，是我错了，刚刚我也是为了你好，末世时刻，大家多小心些总没错的。今后这种话都不要再说了，我尤继光还是能分清好赖的。今天你自己在屋内睡吧，我去客厅。此时的谢丽梅知道尤大叔动了肝火，于是乖乖选择闭嘴。可是这并不表示她愿意放弃煽动尤大叔，心中暗暗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我都要住进张毅家里，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此时单元楼1楼冲进来，出现一群人。走，咱们向上去2401室，先放在这里，等办完事情再带回去。转眼一群人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我家门口，他们并没有选择暴力的方法去砸门。老李，你去把门弄开，小心点。此时我的耳朵嗡嗡作响，猛然起身打开监控查看起来，屋内一切正常，还好。随即我查看起屋外的情况，这群人我没记错的话，他们是隔壁26号楼的建筑工人，大概有20多位，施工期间一直住在一起。看着这群人的架势，显然是有备而来的，而且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奔着我来的。我的目光非常冰冷，看样子我家中物资充沛的事情已经传开了。此时房门之外的这群人看到毫发无损的厚重金属门，一个个目瞪口呆。老驴，你干的什么活？搞得这个破玩意连个门都炸不开。现在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偷工减料了？这不对劲啊！我调配的炸药一定没问题，应该是炸药受潮了吧？不行，咱们就动手砸吧。另一边，我在扫描完自己房屋的情况，确认房子没有任何受损之后，我心中的怒火宛如实质。既然你们想让我嘎，那就看你们的命硬不硬了。